30两就让我嫁给活不过几年的老三，却在婚后身体变好了，还考上了童生了，硬生生将我推给了在打战4、5年没回来的老大，成了俩孩子的后娘。你嘎没嘎？没嘎就赶紧下地！你那个该死的娘又来讨要彩礼，娶你这个丧门星进门后，家里就没有过一天消停日。你们成亲大哥都没回来，指定是嘎在了战场上。他嘎了你就是寡妇，寡妇在这个家里就得听我的，我让你挑粪你不能喂猪。婆婆已经发过话了，还不把你那个该死的娘弄走，要不明天就把你卖给人牙子。我爹没死，二婶你不能这么说我爹。你这个哒哒哒的，你还敢打我？看我不弄死你！住手！你要是动他们一下，我立马让你脑袋脖子分家。小贱人，你吓唬谁呢？不信你可以试试。是娘让我给你个下马威的，也是他说你是丧门星，赔钱货。再多说半个字，我现在就宰了你，滚！林楚楚看着眼前这俩孩子，显然是在严家过的饱受欺凌的生活。唉，你们两个都是他孩子吗？对的，我爹叫严永正。别害怕，我既嫁给了你们的爹，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不敢保证以后会对你们多好，但起码不会再让你们受欺负。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你会打我和哥哥，会让我们吃猪食吗？古代人吃的东西都够差了，严家人竟然给这么大点的孩子吃猪食，真不要脸！不会的，不会的，以后有我护着你们，再也不会过从前那样的日子。外面还有令人头疼的事情需要解决。林楚楚对两个孩子道：我先出去一下，你们两个好好待在窝。我的楚楚，娘可怜的女儿啊，你的命好苦，是娘瞎了眼，以为他们严家是个厚道人家，姓严的。你们今日要是拿不出50两来，我明日就去衙门里上告，告你们家玉树抛弃发妻，告你们严家欺瞒亲家，把我的女儿嫁给了死活不知的老官夫。我看你家严老三还怎么考科举，怎么当官老爷？50两都能娶县太爷的千金了，这鱼婆子是想钱，想疯了不是？林楚楚算是看出来了，这严家人就是打定了主意要做那缩头的王八，管你怎么闹腾叫骂，就是不应半个字。楚楚，是娘不好，让你受了委屈，今天父老乡亲都看着，只要严家拿了应该给的银子，娘这就带你回家，家里已经又给你说好了一门亲事，那人家好啊，你过门了不光连的都不用下，每顿还能吃到白面馍馍。这家门口还没出呢，下个婆家就已经找好了，就是大促销也不敢这么快。10里8村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人家，我怎么没听说？你年纪轻能认识多少人？就是邻村的张铁匠，他都托人跟家里说过好几回了，老早就相中你了，要是不让他们严家耽搁了，娘早就让你过去享清福了。当真好不要脸！那张铁匠今天都50、66了，当林楚楚的爷都绰绰有余。他家有钱是不假，可先前死了3个老婆，那个不是让张铁匠活活搓磨死的，这是将女儿往火坑里推啊！你想的可真好，从严家这里要50两，张铁匠那里得30两，再加上之前娃娃亲给的30两，我的娘亲，拢共100多两的卖女儿钱，可还够你买下半辈子的棺材板钱了吧？我的楚楚娘的女儿，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你怎么能跟娘这么说话？硬是严家的人害了你，对不对？要不然这种天大的好事，你怎么能不愿意？心疼啊！哼，我怎么不知道你这当娘的这么心疼我？你要是心疼我，怎么成亲前夜躺窝反悔把我毒打一顿，没把我打死也就算了，竟然还怕我半路逃跑给我灌了迷药。严家来接亲的时候，你们都是瞎的吗？严人都没来，你们连问都没问，还有脸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讨公道。于桂枝满脸震惊，这丫头嘴皮子什么时候这么利索了？咱们严家给的30两银子都不够你找坟地，现在还想把我再卖一回？你这个哒哒哒的，你嫁了人就敢瞎说？你口口声声说心疼我，那张铁匠那么好的亲事便宜我做什么？林笑笑也16了，你怎么不让她嫁过去亨亲福？你怎么敢跟我的笑笑比？笑笑可是我亲生的，怎么能嫁给那个老不死？记忆里那些动辄打骂、从没有吃饱过饭的画面，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什么意思？林笑笑是你亲生的，而我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还是你从哪里拐来的、偷来的？不是亲生的，赶紧把话给我说清楚。林楚楚竟然不是于桂枝亲生的，怪不得跟他们家人长得一点都不像。这可是他们家最大的秘密。原想着只要把林楚楚嫁出去，这事就永远不会败露，哪曾想他自己一时疏忽，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嚷嚷出来了。这种事要是捅到官府那里，他们一家轻了服徭役，重了就得流放。怎么你自己刚说出来的话，转过头就不肯认账？是不是要来个滴血验亲，好证明你没有偷卖良家子？于桂枝顿时打了个冷战，不敢出声了。老贼婆，我现在问你，那50两银子你要不要了？他本想着再上严家来拿点好处，还能在张铁匠那里捞一笔，哪知道连家里最见不得光的秘密都让这个小贱人害得村里人全都知道了。不要了！这严大兴过门的媳妇也太厉害了，
老阎婆子本就是十里八村有名的老泼妇，再加上个林楚楚，他们严家以后可有得热闹了。都吃着呢，这严家还是夫妇呢，桌上的饭菜也不咋的。倒霉催的赔钱货！你想骂什么？又是赔钱货，小贱蹄子，土都埋到脖子，指不定哪天就蹬腿跪膝的老货，吃饭骂人也不怕噎死你。林楚楚抄手就把那盆稀粥直接端了起来。我了，粥我先端走了。这会几个人呆若木鸡，眼睁睁的看着他把粥盆端走，估计是被楚楚气势吓到了，一动都不敢动。下次把粥熬得稠一点，稀了哐叽的一泡尿就没了。孩子，吃饭吧。女孩看见桌面上的粥咽了咽口水。这个我和哥哥真的能吃吗？当然能吃吧，我刚才摸了过不烫的。你是哥哥吧？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满，今年6岁，妹妹叫小月，今年4岁。满月是个好名字，我嫁给了你爹，你们可以叫我娘。还没纠结上几秒，就听小月胆怯的叫了声娘。这一刻林楚楚说不上是个什么心情，竟是连眼眶都红了。妹妹都已经开了口，脑袋里还依稀存着亲娘模样的小满，正愣着张了张嘴，没发出一个音阶。没事的，不着急，你们爹没回来，以后就剩下咱们仨相依为命，等你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也不迟，娘等你。次日一早，楚楚刚起床，就看见阎婆子气势汹汹地站在那，指着林楚楚就破口骂道：“你个哒哒哒的，都什么时辰了？院里的水缸还空着，你打算睡到太阳下山不成？”啧，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嘴里是吃了粪发酵了怎么的？味道那么大，臭死了！小这哒哒哒的，你说什么呢？我真是给你点脸了，赶紧起来干活，再不起来我就让城里的人牙子把你抓走！老太婆子，你喊什么喊？你少拿那个威胁我！我进了你们严家的门，丈夫在外打仗生死不知，家中2个幼子待哺，你还想卖了我？你卖啊，买良家子！看看人牙子稀不稀的搭理你，看看官府会不会把你们一锅砸碎都赶去充军。娘，你跟他置那口头的气做什么？家里的衣裳还没洗呢，还是先让他把活干了才是主要的。反正这死丫头都是他们严家人，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时间搓磨她。就你这父不尊老又没有规矩的样子，还好没让你嫁给我家玉树，也就与桂枝那个丧门败姓的才能消除你这么个祸。赶紧下地，老娘可没工夫跟你俩闲扯。呸！下地干什么？伺候你们这牲口一样的一家子吗？他们2个是没有手还是没有脚？还是你明个就要栽到坟地里马上就死了？我不去，想让我一个人伺候你们一大家子，做梦吧！你这个哒哒哒的，简直反了天了！我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奶奶，别打我娘，活我来干，挑粪、挑水、洗衣裳我都会的，只要你别打我娘。老天爷刚给他们送了一个娘亲，可千万不能让奶奶给打伤打死了。新娘亲要是没了，这世上就再没人会对他们兄妹好了。哟，这才是一夜的功夫，2个小崽子都让你收买的叫娘了，可真是有奶便是娘。要不是大嫂昨天刚进门，我还以为这俩都是你生的呢。你给我闭嘴，别逼我扇你！还有老太婆，我敬你年长，不想与你闹得太过难堪。我既然入了严家的门，就没想着扔下2个孩子过。至于你们想得如何拿捏我，我今天明摆着告诉你们不可能。你这哒哒哒的，你到底想说什么？严婆子，你应当也看出来了，我可不是严刘氏那样的软柿子，你们让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如果想家宅不宁，到最后闹出人命，我林楚楚也不怕你们。这林楚楚简直跟他那个娘一样难缠，都不是个省油的灯。有些什么话你就直说，不用在这威胁我老太婆，我可不吃你那一套。既然你这么说，我也不兜圈子了，我要分家出去单过。什么分家？那怎么能行？不同意。老婆子，我是怎么嫁到你们家来的？怎么从严玉树的妻子变成了官夫严大的媳妇？这里面的事你最清楚，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不是于贵之雷声大雨点小，拿点小钱就能糊弄。如果你今天不让我带着孩子出去单过，保不齐哪天我一个心情不好，就跑去衙门击鼓鸣冤。再不闪哪天等你们全都睡熟了，我就用把柴刀把你们抹了脖子，挨个放血。林楚楚脸上露出的狠劲，着实把老阎婆子吓得一哆嗦。姐，你别以为我严家当真是怕了你，你想出去单过可以，分家那是不绝迹不可能。乡村里谁家老人要是没死分家，说出去得让人笑话死。他可是状元郎娘亲，怎么肯丢这个脸？怎么个单过法？搬去村东头严家老屋，家里的地农忙耕种，你们要回来下地干活。逢年过节，该孝敬的老人的礼钱，大节半吊，小节300文。要想出去单过我说的这些，一个字都不能少。这些条件都快把林楚楚听笑了。古代1两银子换算1000个铜板，也就是1吊钱，半吊钱就是500文，500文省着点都能顶上一般农户几个月的花用了。逢年过节孝敬你们可以，那家里的地上田我要5亩，早田我要5亩，产量不咋的夏田你们自己留着吧。分地那不可能。阎婆子2只眼睛顿时瞪得跟铜铃一样，家里的地简直就是她的命。老太婆，我和你好言商量，你就收起那些不想给我们娘3活路的心思。小满是男孩，将来还要娶媳妇，你不能一根拢的不给，而且我只要5亩旱田，
地里的活我不会，我和孩子也不会去你们那边帮忙。至于逢年过节该给的孝敬，我一个铜板都不会差你的。你要是同意，我今天就搬到老屋去。老阎婆还没吭声，严小敏先不干，两个小的要是走了，家里那些鸡零狗碎的活不都得她来干？她可是这些年连个布片都没洗过。娘，好好的日子分什么家呀？你可不能听大嫂满嘴胡咧咧。你先别说话。老阎婆子瞪了自个女儿一眼，这老混蛋在地垄沟里滚了一辈子，太知道1亩地能产多少粮了。5亩早田1年的收成可换不来真金白银的年节孝敬钱。小贱蹄子，你可想好了，出了这个大门，你们3个就别想再进来喝一口粥。姐，就你那尿一样的稀粥，还是自己油着刮油吧。行了，少废话，赶紧把地契给我拿来。就这耗子溜一圈都得哭着出来的鬼地方，他1分钟都不想多待。分家后，3人来到严家老屋，林楚楚差不点没哭出来。本以为成亲的柴房就够破的了，哪曾想严家老屋更破烂。严大家的，我是你家隔壁的吴婶子，听说你搬了过来。以前严大在家的时候没少帮我家的忙，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这是早上我刚做的豆饼子，你们先吃着。这大铁锅是我家闲置的，嫂子你不嫌弃就先用着，还有这几个木叉都还能用。你往后一个人带着俩孩子，只要勤快点，出来单过总比在那缺德的严家受气强。他知道这些人肯定是看在他那个生死不知的相公面子上，客气道谢一番过后，林楚楚招手唤来小满。这些人你都认得全不？认得全的娘。咱们现在日子还过得苦，等以后好起来了，一定要把这些好都还回去。知道了娘。趁吴婶子送来的豆饼还没凉透，小满小月吃的狼吞虎咽的，生怕被别人抢去了。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必须想办法弄点才行。第二天，林楚楚去李正家借了驴车，交代好家里的2个孩子，就往城里去了。来到豫州城中信用最好买卖做的最大当属揽月阁，拿出空间上一世买来的首饰去卖。姑娘，若是再有这样稀奇的首饰，还请第一个想到我们揽月阁。徐掌柜，您放心，若是再有珍稀的物件，我一定先送到揽月阁来让您长眼。再有契约已经签好，您放心。刚才林楚楚拿给他的不过是做工精巧一些的现代首饰，东西放到现代不算稀奇，但样式和做工绝不是这个时代能有的。一件衣服百样穿，首饰也不例外。那2样首饰换到内行手里能转化成千百样，有了这2样，揽月阁首饰行今年生意绝对能压同船一头。姑娘，先别急着走，还有这个，这是我揽月阁的银牌。有了这个，但凡打造精美的揽月阁商号都会给你行些方便。这可是比真金白银还贵重的东西，徐掌柜多谢。出了揽月阁，怀揣500两银子，林楚楚总算是有了些安全感，把400两放到空间里，剩下100两买了柴米油盐姜醋茶，过日子能用的东西他买了个遍。忽然一阵扬尘混乱的马蹄声渐近，5、6个身着黑衣、身上带刀的人逼近，他们眼神凶煞地盯着孤身一身的林楚楚。你见没见过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林楚楚低着头摇了摇，心里惊慌未定，那几个人的刀尖上还带着血，说不害怕是假的。此刻他恨不得吱嘎的驴车变成1秒100米的超跑好，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正出着神，一个什么东西撞上驴车，林楚楚低头一看，吓得飞起。姑娘，救我！林楚楚一脑袋懵，这好歹也是条人命，我还是救救他吧。林楚楚就跳下驴车，那男人已经彻底昏嘎过去了。古代1个时辰的路简直太长了，林楚楚心里忐忑，祈祷能顺利回到村子。这时马蹄再次响起，那几个凶神再次返了回来。林楚楚这次已经彻底调整好了状态。你真的没见过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吗？真没见过。那人狐疑，他们巡视了这块好几圈，刚才明明在路上看见血迹，人怎么可能凭空不见？给我搜。领队没有。你真没见过，还是假没见过？林楚楚在心里把这人祖宗18代都拉出来鞭尸了一遍。真没见过。走。林楚楚长舒一口气，幸好他把那男人藏进空间里，把轱辘上的血迹擦掉，要不保不齐他这回还得再穿一回。回到院里，林楚楚赶忙把那浑身是血的男人从空间里放到墙角的干草堆上，取出药箱，先用灵泉水擦洗伤口止血，下巴抬起。你是谁？不想死就把嘴闭上。林楚楚捏着下巴，药水混着灵泉粗鲁地灌了下去，咳嗽声音不小。小满噔噔噔地跑了进来，看见地上躺了上半身全是血的男人，当时就傻了，他张了张嘴，愣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小满不害怕，娘在路上救了个人。娘，他会一直在这吗？不会的，那个大个子留在家里得吃多少粮，等他能动了，娘就让他离开。能被人追杀的来历都不会简单，他还想安生过日子呢。注意看，这女人只是救回来了个男人，却被婆家污蔑偷人，谁知这男人是她在外打仗多年的儿子。娘，姑姑她打我，我耳朵好疼啊。小月，不怕，你这混账东西，敢欺负我家孩子！你个哒哒哒的，你凭什么打我？你算是个什么玩意？带我女儿的东西你也配？严二强，你他娘的愣着干什么？没看见你妹妹被欺负吗？娘，大嫂买了那么多东西，家里肯定有钱，咱先把钱拿到手再说。对，我们进屋拿去。呸！老阎婆子，我看真是给脸不要脸，晴天白日的上门就敢抢东西，你当真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他拎着柴刀脚下一步不停，周围村民全都吓傻了。严大家的，你可不能这么冲动，砍了他们固然出气，那你那2个孩子可怎么办？他们可刚有娘。严婆子和严小米已经吓傻了，只有严二强还算是男人，他横着脖子走过来。吴婶，你松开他，我看他敢砍不？一个女人家，整天拿把破刀吓唬谁呢？我娘说的可太对了，就是个丧门星，进门就惹事。我说怎么好好的闹着要分家，原来是自己私藏了钱。小兔崽子还不让我进屋，你是不是在屋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了？对，你肯定是藏了野男人，要不然你哪来那些钱？赶紧把钱都拿出来。娘，你还跟他废话干什么？直接抓了陈塘的事。你要把谁抓了陈塘？他话还没说完，深冷的声音响起：娘，你看，大嫂果然偷人了。当他看清人脸时，整个人傻了。吵闹的院子里瞬间安静几秒。严二强，你到底是要把谁陈塘了？严二强脚软离地，对上那独眼的1秒吓傻了。大哥，他这一声落地，院里比刚刚更静了。严永贞。林楚楚呆愣了几秒，她怎么也想不到，一时善念救下的人竟然就是她的死鬼丈夫。我还以为真嘎了呢。娘，我不在家，你就是这么对我的一双儿女和我老婆的吗？老严婆子眼直直的盯着他，瞧了好半天才说话。你真是我大儿子吗？你怎么回来了？娘，你不希望我回来吗？5年前他服兵役的时候，是他娘求着他的，说严二强媳妇刚怀孕离不得人。3弟玉树是个文人，上战场就是个有去无回，说只要他去服兵役，就一定会善待2个孩子和当时还在的老婆徐氏。服兵役1年后，就收到来信说徐氏病逝的消息。严永贞抬眼看着那单薄女孩手里的刀，自己女儿脸上的血，还有极其消瘦的儿子小满，总算是明白了他不在的这些年，他的妻儿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徐氏为什么第2年就死了？严婆子卡巴眼睛，脸色十分难看。我可没那么说。娘，你们现在是在做什么？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有什么好说的？严婆子还当他是以前老实木讷的大儿子，好欺负呢。严大，你怎么还抓着你亲弟弟不放？你想掐死他啊？你受委屈了吗？林楚楚愣了愣，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他穿越过来2天，不是跟人干仗，就是被黑衣人威胁，经历的装渐渐，他都没反应过来，却被他一句受委屈了，弄得眼睛发红。娘，家里的东西是昨天我让媳妇出去买的，今天是我回来了，事情能说清楚。那如果今天我没回来，你和二强是不是真的要把我老婆抓去陈塘了？严大原来的媳妇说是死了，其实就是受不了严婆子打骂跟人跑了。怎么还瞎了一只眼？人本来就不灵光，这下还成了瞎子。他的声音不小，在场的人全都能听见。严永贞脸色一变，他在战场上杀过的人数都数不清，多少次死里逃生才回到的家里。亲娘竟然是这个态度。娘，你们回去吧。老大，你回来的正好，这5年你不在家，5年里我把你俩孩子抚养成人，还有你前媳妇徐氏治病，乔大夫都花了不少钱，家里又给你娶了新媳妇，你先把这些年花的钱给回我。严永贞神色一愣，独眼里闪过痛楚，这就是他的亲娘，一句亲和关心的话都没有张嘴就是要钱。你个臭不要脸的老东西，你算什么玩意？你大儿子服兵役5年，战场上刀尖烫多少次鬼门关，死里逃生多少回才能回来？他回来第一件事，你不是关心他的眼睛，他身上受伤几何？你第一件事竟然是找他要钱，老严婆子，你他妈到底是不是人？老东西，你良心是不是都让狗吃了？你大儿子不在家，去服兵役，你作为老人照顾他的妻儿，不就是应该的吗？好家伙，这一连串的咒骂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骂了。你个哒哒哒，我是你婆婆，你竟然敢这么骂我！我骂的就是你，老东西！我敬你年长，让你3分，没想到你还蹬鼻子上脸了，连抚养孙子的钱你都想要，你也不怕遭天谴？我看你真是老王八吃砒霜，你他妈活够了你！反了天了，反了天了！严永贞，你这个杀千刀的，你媳妇这么骂你娘，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放什么放？这满院子的听你一个人放屁还不够，你个跟喷粪机似的，还想再拉上一个？老严婆子平日里什么作风，村里乡邻那有不知道的。自打严玉树考上了童生，他就在村里作威作福，拿着一副状元娘的款，虽没七霸乡邻，那也让人看不惯很久了。当场背着辈儿媳妇这么骂，老严婆子在村里以后就在南抬起来头了。老东西，我告诉你，今天我在这，你想要钱门都没有，一个铜板都不会给你。要想要钱，等你死了，我肯定多少2张纸给你。老严婆子气得一颗心来回乱蹦，眼瞅着就要撅过去。严大，你这个窝废，抚养孩子的钱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这么大男人家里的主都让个丫头片子给做了，给个屁！我怕你有命收钱没命花，这老不死的简直不要脸到极点。严永贞，你娘要你战场上卖命的钱，你给不给？严永贞也被林楚楚这一阵不稀奇的骂弄得直愣，他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泼辣的丫头。不给。老不死的，你听见没？你儿子说不给，你还杵在我家院子里干什么？还不带着你那俩猪头儿女赶紧从我家里滚出去！哎，老严婆子，别站着了，赶快走吧，脸都掉地上了。你儿子就听儿媳妇的，你做不了他的主了。村民们一阵哄笑。严大，你回家了，你爹还不知道呢。晚上到家里来一趟，我一定要让严大把这小贱人休了不可。
哎呦，不好意思，没看到这有个活人，请问大爷您是哪位？在我家门口想要干些什么？我是你公公，严大的爹，我大儿子呢？你让他出来见我。林楚楚哪能不认识他？他就是纯心的。哼，您是我相公他爹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呢。你少废话，赶紧让他出来见我。大儿媳的事迹，他昨天可是听老婆子说了，老严婆子被他气得一宿都没怎么睡。哎，好嘞，您先在院子外头等着，宝贝们都饿坏了，开饭吧，还看什么看啊？不吃饭还等我请你啊？这丫头确实不是一般的凶悍，但却对2个孩子却实心实意的好。院子外面的人是谁？是你爹，你爹来找你，你不赶紧去看看吗？还是等吃过饭的吧。爹，您怎么弄成这样？还不是你那个心腹，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泼了我一身。怪不得那丫头刚刚闷头憋笑。爹，我离家5年，您还好吗？徐氏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还好，徐氏死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的眼睛咋回事？以后还能好吗？严永贞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找了郎中给看过，应该是好不了了。那破了香可是犯忌讳，要导毒的。家人的凉薄，严永贞昨天已经彻底见到了。他没想到连窝囊老实的亲爹也是这个样，亲情那些珍贵的东西，好像一直都是别人家的。严永贞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爹，你找我什么事？我来问你，你回来军饷带回来多少？你弟弟玉树读书太费钱了。爹，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钱吗？老严头瞧了瞧比他高出1个头的大儿子，他瞎了一只眼，自小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给他干，还是没忍心直接要钱。也不是，就是你娘要的紧，你娘的性子，你知道的。爹我。严永贞刚一开口，林楚楚就先一步说了，昨天都说了没钱，你大儿子刚分家，2孩子都得养，他还得治眼睛，哪里来的钱给你们？老严头见了林楚楚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努嘴，说话贼费劲。你儿子，你赶紧休了他，你娘说的对，他不尊老不孝顺，我们严家不要他。林楚楚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这老严头跟老妖婆子一个德行，战斗力可是差得太远，严家金窝银窝的。要不是穿越了，以为我想来吗？休吧，行啊，把我娶进门，你们家花了多少钱？30两还是20两？要是你们2个老的还能给严大娶一房黄花大姑娘，我立马腾地方，还当你们自己是什么好门户？休了我，你自己个给你儿子当媳妇，你跟你儿子过去吧。老严头被损得脸一阵青一阵白，气得都快背过气去。你别这样说话，什么叫老子跟儿子过日子？那也太难听了。林楚楚哼了哼，他知道这话不好听，可他就是看不惯那没良心的一家。我女儿的耳朵还流着血呢，说话好听不起来，你要觉得难听，那就听你爹的，休了我吧。我没有这个意思。小野猫这么厉害，他哪里敢有那个意思？爹，你们给我娶的新媳妇，我很喜欢，也不可能休她，以后这话就别再提。这是2两银子，我现在有家有口要养，只能拿给你们这么多。我现在瞎了一只眼，往后日子也不好过。老严头脸色立马就变了。爹，娘哪里你也说一下，如果再要钱欺负我妻儿，那就真的要签文书分家断亲了。老严头瞬间沮丧了下来。乡村里分家一般2个形式，有婆关系不和的一般分出去各过各的就完了，要真闹到签文书断亲的地步，那就真的断得干干净净，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银子上的余温仿佛有些烫手。老严头丧气的点了点头。爹会跟你娘说的。他一想起老婆子那张横煞的脸，就有些发怵。严大，玉树是你弟弟，咱们严家将来的指望都在他身上，他读书费钱，你还是时常帮衬些。我知道了。林楚楚翻了个白眼，不咸不淡地道：真有钱，儿女都没花到一个子。听了他的口气，严永贞顿觉好笑，往他跟前走了2步。你叫楚楚是吗？是下河村的吗？干什么？没什么，好好看看我新婚的娘子。从前还不知道下河村还有这么厉害的姑娘。娘子，谁是你娘子？林楚楚面上一热，退后半步道：我跟你不熟，成亲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嫁的是你。严永贞掏出一个钱袋子，这些给你。好沉，这是多少银子？不多，50两。50两还叫不多？跟刚才给老严头的2两比，确实不多。这些都是你的军饷？大部分不是，有很多是战利的首饰，我领回来的时候换的。那昨天的黑衣人是干什么的？那样的凶险，他可不想再经历第2次。他们是想抢我身上的钱财，我从当铺出来的时候就被他们盯上了。那你身上的伤是他们弄的？是，还好有一个路过，要不然我现在就是刀下亡魂了。为夫还要多谢娘子搭救性命之恩。谁是你娘子？行了，我就是一时心善才救你的，要是知道你是严永贞，不一定救呢。你爹都走了，找郎中看一下病吧，我可不想我孩子爹是个丑不拉几的独眼龙。你这不就是瞎了吗？这我咋能看？眼睛看不见归看不见，这么说话是几个意思？我知道8成治不好了，您给开些镇痛的药，不让他总疼就行。这大夫姓赵，是附近5、6个村子里唯一的郎中，农人挣钱辛苦，城里的坐堂大夫根本瞧不起，有个头疼脑热的图便宜都上他这里来。你早说开止痛药，弄得我还以为你要让我把瞎眼治复明呢。在我这里要是抓药一副要半个月1两银就行，药方的钱我就不跟你收了。你这病啊，怎么的也得3副药。3副药，我们开的只是镇痛的药，不是治眼睛的。他的眼睛你也没说出来个所以然来，怎么就要开上3两银子的药？怎么你嫌贵？
判定还有嫌贵的，我可真是头次听说。别的不说，就说你家严大这眼睛这么吓人，味道那么大，也就是我心上给瞧瞧，觉得我瞧病贵，不能治你男人的眼睛。你到城里去啊！这老头这些年靠着一知半解的医术，挣了不少乡亲们的钱。严家这一趟，他就存着多搜刮些的心思。到城里去就到城里去，谁知道一个庸医能给开什么好药？一个大夫连病患的伤处都要嫌弃，林楚楚根本不信他能瞧什么病，说是蒙古大夫，他倒是信。严大媳妇，你可想清楚了，就你家男人这眼睛到了城里可不值这些钱，到时候你再回头来找我，我可不给你看。谁稀罕啊？听人说你媳妇是个混的，打爹骂娘，没想到还是真的。严大，你娶了这样媳妇，往后可横福去吧。我把她撵走了，你生气不？不生气，我心知赵大夫看不好我的眼睛，找他来也不过是想开些止痛药而已。你也别丧气，豫州城那么大，我就不信找不到好大夫。我不是不想让你看病，而是你看他说话那么难听，做郎中的连你的眼睛都嫌弃，这样的人我不喜欢。严永贞沉静了几秒，抬头看着林楚楚，让我你嫌弃吗？说大夫的事，怎么又扯到我这里来了？我跟你又不熟，有什么嫌弃不嫌弃的？刚穿过来的时候，他本打算着带着2个孩子好好过日子，等站稳了脚跟之后，要带着2个孩子离开村子到城里去的。这突然又多出一个人来，林楚楚都有些发懵。楚楚，我知道你跟原本要嫁的是我三弟，但我已经回来了，俩孩子也喜欢你，管你叫娘，你能不能留下来照顾2个孩子？林楚楚震惊的退后半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楚楚，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留下来照顾2个孩子，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参军走了，他们娘死得早，之前过得也苦，好容易有个人能来照顾他们。就只是照顾孩子？就只是照顾孩子，我们就只是挂名夫妻，我保证没有你的允许不会对你做什么的。我留下可以，原本嫁到你家来我也是不愿意的，现在你让我留下来照顾2孩子，先说好了，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我说你不能搭理本家那边，你不能偷偷接近，你不能对我有越轨的行为，但凡有一丁点我肯定立马就走。他凶巴巴的样子，根本一点威慑力都没有。本家父母那边严永贞几乎已经伤透了心，就算林楚楚不说，他以后也会不跟他们来往。只要你不走，这些我都答应。林楚楚耳根发热，这话怎么听得更怪了？缓了缓明显发热的脸。你娘那边我分出来的时候要过来5亩地，之前不知道你能回来，现在这地你打算怎么办？先说好，下地的活我没做过也不会。不会让你做这么辛苦的活，这个时候别家的麦子都已经种上了，咱们就先种些晚熟的粟米和高粱吧。粟米和高粱林楚楚只听过没见过，他也不打算靠着这些挣钱。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豫州的医馆，结果不出意外，基本没有治好的可能了。可就算这样，开药的钱也花了快2两银子。娘，医馆的药好贵啊！是好贵，好心疼啊！为了弥补娘的心痛，咱们去吃好吃的吧。小月、小满同时愣住了，从来没听说过花了钱心疼了还要用另一种花钱的方式补回来。上辈子钱他都花习惯了，穿越到这里来他也没想改。小啊，想吃什么？把你家招牌的菜，肉菜2个，素菜3个，再来一个凉碟1个汤。小二走后，2个小的局促不安，眼睛来回乱看。娘，带着吃饭是不是要很贵？要不然咱们还是走吧。他可记得他爹的银子都是那命换来的。小月同样点了点头。小满这是心疼钱了，放心，娘不会把你留下刷盘子的。要是真的没钱付账，把我留下刷盘子也可以。要是老板看我刷的好了，能留下帮工挣钱就更好了。不多时，饭菜上桌，6个菜摆了满满一桌，俩孩子眼睛都看直了。小月、小满还看什么？赶紧开动啊！一顿饭风卷残云，谁都没有客气。小满、小月吃的头都没抬，这一顿饭足足吃掉了1两银子。小满满是心疼地道：“娘，这地方太贵了，咱以后不来了行吗？”不会总来的，只是偶尔。小满别担心。他的话还没说完，身后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安安，玉树，这不是痴情于你的那个童养媳吗？别瞎说，我与他早没有半分关系。”这人语气里满是嫌恶，好像林楚楚是什么脏东西一样。他就是原主之前的未婚夫，严家的文曲星严玉树。哎，玉树，你这童养媳不搭理你啊？是啊，这可跟你说的死活都要钟情于你，要死要活嫁给你不一样啊。严玉树之前是不讨厌林楚楚的，相反的，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是家里因为定下了他8字冲喜，他在重病之中好了过来。可后来他书越读越多，中了同生郎城里，林楚楚又浑身土气，跟城里的姑娘没法比，他也就自然看不上了。平日里吹过的牛，这会被同窗起哄，严玉树顿觉没有面子。那个林楚楚，严永贞去饭馆后院取牛车，这会不在，林楚楚根本不想搭理他，干脆装聋没听见。他这一不说话，后面的人更来劲。玉树，我看这姑娘自容清丽，怕不是没看上你，你竟是在我们跟前吹牛吧？谁吹牛了？严玉树脸蛋子紫红，往林楚楚身边靠，厚着脸皮又说：“林楚楚，我知道你从前心仪于我，但现在你已经嫁给我大哥了。我大哥虽然死在战场了，但自古女子出家从夫，你就算再喜欢我，也要把心思卸了。我跟你是不可能的。以后像这种上城里来找我的事，你还是别干了。”什么玩意？这么不要脸且自恋的话也能说出口？脸皮到底是什么做的？
我爹没死。你没病吧？什么？严玉树感觉自己的耳朵好像出了毛病。从前的林楚楚只会小声说话，连看他一眼都会脸红。我说你有病啊，得什么大病了你？我之前与你有来往是因为定亲的关系，现在我嫁给你大哥了，就是你大嫂。你一张口不是应该恭敬的称呼我为大嫂，叫楚楚算怎么回事？就你这货倒霉罪的拉胯样，谁会眼神不好看上你？海中情，真是念了几天丧尸不知道怎么用了。严玉树，你怎么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瘦的都快抽裆了，你哪里来的自信说我是来找你的？小满、小月，咱们走。这一顿连点带损，那几个人书生目瞪口呆，严玉树更是挂不住面，让林楚楚这么骂非常愤怒。林楚楚，你今天敢跟我这么说话，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等将来我考上功名了，你最好不要来求我。就他这副榆木疙瘩长相，林楚楚死都不信他能在科举里出头。哎呀，我天，秀才大老爷你好大的官威啊，我都快吓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读了几天书，功名未见几何，你们心思拿起官威，竟来主动侮辱大嫂，你怎知你大哥回不来了？你怎么知道他病是在战场上没了？就算是死了残了，那也是以身护国，保护的就是你们这群在背地里就知道嘲笑战争遗孤的弱鸡书生。这下那几个人不光目瞪口呆，连下巴都要惊掉了。你怎知我考不上？严玉树磕绊的给自己找面子。我与你说这些也没有用，反正你已经嫁给我大哥了，以后再不能纠缠于我了，这样对你对我的名声都不好。放心吧，我就是瞎了眼也不会看上你的，少在那里孔雀开屏自作多情。楚楚，你自己看吧，你弟弟说我旧情难忘，纠缠与他为了名声，你自己处理吧。看着眼前高大的男人从牛车上下来，严玉树简直不用震惊来形容。大哥，你怎么回来了？昨天回来的。楚楚现在是我娘子，你刚才跟她说了什么？没什么。但严永贞看出来，林楚楚这丫头虽然性子也嘴巴毒，但没人招惹，绝不会轻易骂人。严玉树尴尬的低下头，他那几个同窗也见势就收。那个玉树，既然你大哥回来，那我们就先走了。严玉树是书院里考中童生最小的，平日里也极好面子，这回他在同窗面前丢尽了人，他可后悔死去跟林楚楚说那些话。没什么最好，我跟你大嫂就先走了。哎，严大带着媳妇进城了。进城了，又买了这么些好东西。严大你是军中挣钱发了呀？我先去把不送到吴神呢。我在家等你。这话怎么听着耳朵那么热？这老男人到底要干啥？吴神，我买不回来了。楚楚，这么快不就买回来了？买回来就赶紧送您这来了。跟吴婶聊了会天，林楚楚没忍住就问了起来。吴婶，征哥他以前……楚楚，你是想问严大原来的媳妇吧？林楚楚耳根子一时发热，点了点头。要说这严大也是个命苦的，严家是村里的富户，严永贞从小就是个寡言能干的，家里的几十亩地他在家的时候基本都是他在侍弄。几十亩地的条件，原本能定个不错的媳妇，但老严婆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待见他，到了娶妻的年纪，迟迟拖着不给说清，还是村里人总议论，他才把当时逃荒要饭到村里的徐氏留给严永贞当了媳妇。徐氏看上去跟正常人没什么分别，但就是过分老实。严永贞出去当兵，当时俩孩子也小，他每天得带孩子不说，还要负责家里所有的浆洗做饭打扫，加上严婆子不让吃饭，没事就打骂一通。时间长了，人就出了些毛病，总是自言自语疯疯癫癫。到前2年这人突然就不见了，严婆子对外就说他死了，一个要饭女没有娘家，洗了村里人也就好奇几天，没人去管他到底是怎么洗的。从吴婶家出来的时候，林楚楚有些恍惚，严永贞正在清理院里的杂草，见出神便道：楚楚，怎么了？没什么。晚饭的时候，小满，你想上学吗？小满愣神，完全没反应过来。严永贞和小月也是难掩震惊。小满，你想读书吗？去镇上的书院读圣贤书考功名。娘，我想，可是读书要好多钱。二叔家的元宝都在读书，以前我想在他书本上看一眼，他都不让我不敢。没关系，以后咱不用偷看元宝的。娘，送你上学堂上书院。我的儿子这么聪明，只要读书了，肯定比元宝和你三叔强。我会超过三叔吗？当然会，你三叔不过是考了个童生，你将来是要考进士，进京城考状元的。我的儿子岂是他能比的？可是娘，读书好费钱的，将来要是再有了弟妹……林楚楚愣了愣，不是说读书吗？怎么这小崽子扯到将来生孩子的事上了？想念书就去，只要你好好用功，我和你娘会一直供你。真的吗？既然决定留下来，有些话先说就比晚说要好。小满、小月，我虽是你们的后娘，但我是真心喜欢你们2个，也把你们当成我的宝贝疙瘩。只要你们一直善良懂事，娘这辈子都能把你俩当成亲生的。我以后都不打算再生孩子了，我有你们俩就够了。小满、小月一脸震惊，严永贞更是直接抬头看他。爹，娘说让我读书是真的吗？是真的，你娘不会骗你的。让小满去读书是严永贞回来之前就想好的，没想到林楚楚竟然比他先决定开口。那娘说以后不会再生弟妹了，也是真的。
睡觉吧，弟妹的事以后再说。征哥，你的眼睛还疼吗？好些了，没有那么疼了。那我能看看吗？楚楚，你不会害怕吗？不怕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哎，严大，你活干的可真快，这才1上午的功夫，2亩地你都种完了。动手有些晚，就着急些。严大，你媳妇又来送饭了。到50了。严大，你真有福气啊！我们这些庄稼汉，那个下地干活不是兜里揣俩饼子，喝2口清水对付着拉倒，还头一回看见男人种地媳妇中午到点就来送饭的，而且送的还都是肉菜。老严婆子就在不远处的一块地上干活，她都观察好几天了。那小哒哒哒每次来送的菜里面都有肉，那些饭菜竟然一口都没有她的。老严婆子越想越气，直接就把锄头扔了出去。老婆子，你干啥？我能干啥？你没闻见呐？那小哒哒哒每天给你大儿子送肉菜，我们2个老的就只能闻味。那你心咋着？我想咋着？当儿女的孝敬长辈天经地义，我去给他端过来，我看小哒哒哒还能说什么？他娘跟个肉形炮弹似的连跑带颠往林楚楚那跑。小哒哒哒，把午饭给我。没有什么没有，我都闻见肉味了，你少唬我，赶紧给我拿来。我说没有，是没有你的份。老鸡腿，你脸皮到底是什么做的？你跟我都闹成那样了，竟然还能厚着脸上我这里来打劫午饭？谁打劫了？我是你男人的娘，他都是我生的，吃你一口饭怎么了？少废话，你赶紧给我拿来。不给。小哒哒哒，我再问你一遍，你给是不给？哎，我说了不给，你是不是还想上手抢呢？我跟你说，老鸡腿，周围乡亲们可都看着呢，哪有连自己儿子的饭都要抢的？是啊，老严婆子你干啥呢？对吧？大白天的抢孩子吃食也不嫌丢人。都给老娘闭嘴！你这个哒哒哒的，快把午饭给我！哎呦我的婆婆，你怎么了？你怎么掉土坑里了？婆婆，你再怎么饿也不能钻土坑里去啊，多臭多脏啊！你这个杀千刀的哒哒哒！楚楚，你怎么样？大儿子来了，第一句问的不是自己的亲娘，张嘴就关心自个媳妇。老严婆子气得七窍生烟。严永贞，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媳妇都快把你娘欺负死了，你是瞎啊？看不见我在坑里还没上去，还不赶紧把老娘拉上去？严永贞当即伸出手要去拽老严婆子，被林楚楚直接当了过去。老汉堡，你说对了，你儿子瞎他看不见，你自己上来吧。严永贞拉了下林楚楚，倒也真没赶上前。楚楚，拉我干什么？你娘说的没错啊，你就是瞎啊？怎么的？瞎了一只眼就不算啊？你既然嫌弃你儿子是个眼睛不好的，那你搁坑里趴着过年吧。楚楚，他虽然对严婆子失望透顶，但到底是亲娘，还是狠不下心来看她那么狼狈。喊我干什么？你要想拉他你就去拉，总拉我是什么意思？严永贞还没来得及解释，老严头就跑了过来，他指着林楚楚怒气冲冲的一顿乱点。严婆子被老严头拉上来，立马来了力气，指着林楚楚鼻子就开骂：林楚楚，你这个不尊老不孝顺的哒哒哒，我们严家不要你这样的儿媳妇。严永贞，你要还是我儿子，就赶紧给我休了他。我是严永贞明媒正娶的媳妇，你是说休就休？你是谁啊？说好听点的，你是严大没良心的娘；说难听的，就是分家后同村的老汉堡。真哥，你娘喊你休妻呢，你休吗？你是我媳妇，我不休。林楚楚正愣了一瞬，这个独眼男人如此坚定不移，是他根本没想到的。老鸡腿，你听见了？这可是你儿子说的，他不休，他不光不休，还要听我差遣，家里的大大小小所有事都要听我的。真哥，我现在问你，咱们家到底谁当家，谁做主？此时连老严头都坐不住了，他大喝一声：严永贞！可他大儿子却一眼都不瞧他，只盯着眼前的媳妇看。听你的，咱们家都是你做主，我都听你的。听见没？现在严大教我做主，以后遇见我躲着点，我走东边，你俩就走西边，要不然我见你们一次骂你们一次。你小哒哒哒，你等着等我家玉树当上大官，看我不让他把你关进大牢里的。好啊，真有那么一天，我绝对不跑，就站在这里等你状元儿子来抓。征哥走，咱们吃饭去。征哥，我这样对你爹娘，你是不是生气了？是有些，毕竟是我爹娘。林楚楚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楚楚，你的脾气太火爆了，这样不好。他知道严永贞说的是什么意思，没穿越之前，他脾气也不好，有些骄纵任性，但也没不好到这个份上。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脾气要适当压一压，我怕你吃亏。林楚楚的头低得更深了，他突然有些羞愧，自己的这点脾气毛病竟然都被他摸透了。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也没心思做饭，中午还剩下的饭菜凑合，就那么摆上桌了。娘，我爹怎么还没回来？小月肚子有些饿。再等等，你爹要再不回来，我就下地去找找。正说着，严永贞踏着落日余晖走进了院子，他肩膀上好像还扛着什么东西。征哥，这是什么？是袍子。是那个傻狍子吗？就是你说的那个傻狍子。最后一把高粱种快要撒完的时候，这东西就跑到跟前来回转，本想放他一命，没想到这傻东西刨完了地里的高粱种，竟然对着我撒起尿来。征哥，傻狍子皮值钱吗？不值钱，鹿的狐狸的值钱。楚楚，
你跟我过来一下。征哥，有什么事吗？路上看见的，好看，就想着给你摘回来。送我的。林楚楚有些脸热，以前不是没有男人送过她花，相反的，她家境富贵人也好看，追她的男人一直就没有断过，可还从来没有人像她一样送野花，还送的偷偷摸摸的。送你的。中午的时候我话说的有些重，你不要不开心。征哥，我没生气，先吃饭吧，你累一天了，孩子们都饿了。吃饭。爹，你真的一锄头就把他钉死了？瞅准了目标扔上去就行。那爹，你能不能教我啊？我也想像你那么厉害，这样以后有人欺负妹妹和娘亲，我就能保护了。行，等爹不忙了，全都交给你。那肯定好好学，学会了把坏人全都打跑。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就来到了县城的肉铺店。什么？这么大一个袍子，你竟然出价1两银子？征哥，咱不卖给他，我们走。小娘子，我出的价钱够高的了，这还是看在你家男人从前总往我这送东西的面子上里。傻狍子，少说也得有100多斤，剥下来的皮还能卖钱呢。猪肉25文一斤，狍子怎么着也是野味，卖30文不过分吧？去了骨头，狍子少说能出100斤肉，那就是将近3两。你要是嫌低，那就赶紧走，可别当着我做生意。征哥，咱不卖他，不搭理他。正准备走的时候，旁边走来了2个人。大哥，姑娘，你们可是要卖掉这野物？这人正是早上来的时候要饭被人踹的乞丐，还让小满给了几个馒头他，旁边还站着另外一个乞丐。是，正想找合适的地方卖掉这袍子。小哥，城里你比我们熟悉，可有推荐的地方？袍子形似鹿，又称袍绒，其肉强筋健骨，能治腰膝酸软、筋骨疼痛、床榻不利之症。这么好的药用，竟然往饭馆送，真是糟践东西。姑娘，家翁的意思是送去药铺价钱能更高些。林楚楚仔细地打量了他们2人一回。乞丐还懂医理药用，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乞丐，那就多谢了。出了药铺，果然如那老乞丐所说，出价高了不少，竟然真的买了3两银子。儿子，有钱了咱们买笔墨纸去。真的吗？小满虽然嘴上不说，但这几天一直在惦记读书的事。当然是真的，娘什么时候骗过你？进了书局，林楚楚才知道古代读书有多贵，只是简单的《弟子规》3字经而已，一本就要200文，四书五经什么的更贵，都得要1两银子起步，还是笔墨砚台这些，哪一样都不便宜。娘，好贵啊，要不然咱们先不买了。没事，娘有钱，劳驾给我们笔墨砚台一套，千字文还有训蒙书，三字经和弟子规我就能教，就不浪费那个钱了。笔墨砚台挑的中档的1两银子，纸张林楚楚没买最贵的宣纸，也没选最便宜的糙黄纸，也是挑的中间档的竹叶纸。小月，别光看着你哥高兴，从今天起你也要跟着哥哥认字。小月有些不可置信，娘，我也要识字的吗？对，别想偷懒，不是女孩就不用读书的，你现在还小，等你再大一些了，娘就专门的人教习你。教习？小月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严永贞却明白了林楚楚的意思，他这是在按照大户人家的姑娘在对待小月。女儿啊，你记住，咱们女子不光只是嫁人侍奉夫君，就算是身为女子也要有自己的见识，心胸眼界。虽然咱们出不去，做不到行万里路，看大好河山，但我们能从书本上汲取知识，书本上的知识能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世界。严永贞猛然着他，这根本就不是下河村的林楚楚能说出来的话。娘说的到底是啥意思？你还小，等再大一点就懂了。那娘，书本上的字你都认识吗？当然认识。话音出口，林楚楚猛然反应过来，她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时代女子能说的话，视线慌乱对上严永贞的，发现这男人正一错不错的地盯着她看。林楚楚心下慌乱，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回去的路上，她都一直沉闷着。我要是被别人知道我不是真正的林楚楚，会不会被人当场妖怪烧掉啊？楚楚，怎么了，真哥？你说的对。婶，什么说的对？一回到家，小满就迫不及待的就要练习。林楚楚按照笔画先教了兄妹俩从1到10，还有自己的姓氏名字。真哥，你识字吗？自己名字认识的。第二日一早，严永贞就和林楚楚去上山打猎物回来，得知消息的严老婆子就让严小敏上门讨药来了。你来干什么？我娘让我来的。她前几天让林楚楚揍得不轻，脸上的红肿刚消下去没几天。你娘让你来干啥？怎么的？吃不下饭来这里讨骂下饭吗？我娘说，我娘让大哥把打来的野兔给家里一只。野兔，你回去吧，野兔是我打的，不是你大哥打的，给不了你。怎么可能？那明明就是我大哥打的，我小时候他总打给我吃。他不这么说还好，一这么说林楚楚更来气。小时候你大哥是怎么对你的，你又是怎么对他的一双儿女的？滚滚滚，我们这不欢迎你，别脏了我的地方，赶紧给我滚出去。你怎么能这样？要是兔子不要回家，娘肯定还得要再拧我耳朵。这些天2个小的不在家，烧火洗衣喂猪这些活就都落在了他头上，他简直都要累嘎了。现在他娘还非要让他来这，
大哥，大哥！严小敏见林楚楚撵人，直接朝着房子里喊人。爹，是姑姑。我知道。爹，你能不给他钱吗？姑姑总是骂我和妹妹，我不喜欢她。爹，知道了。大哥，大哥，你快出来！严小敏见了严永征，像是找到靠山一样，直接把自己那天的所作所为给忘得一干二净。娘说让你把野兔子给家里一只，你快拿来给我。还有大嫂，她怎么总这样啊？大哥，要我说你就应该学学二哥，二哥把二嫂治理得多明白啊！女人不听话打2巴掌不就都解决了，还整天让她在家里耀武扬威。林楚楚都快听笑了。小姑子，你今年多大了？16了，怎么了？16了，该找人家了。就你这样懒得定上生床，瞒过墙里的丫头，到底的是什么样的男人，能把你治理明白呢？3天打一次，还是5天打一次？一番话都快把严小敏要气哭了。那个女子不善怀春，到了10几岁，严小敏就整天梦想着自己能嫁给镇上的富户，家里奴仆伺候她当少夫人的那种。林楚楚，你凭什么这么说我？该收拾的是你这样的女人才对。大哥，大嫂她欺负我，你也不管管，你为什么不听娘的把她休了，还让她整天留在家里欺负爹娘和我？你走吧。什么？大哥，我可是你亲妹妹，你怎么能为了这个就把我赶出去？那不然呢？听你的，听你娘的，把我休了，然后她一个人养活你们一大家子。听你娘嫌弃她是个瞎子，听你骂她的一双儿女吗？严小敏，你也是挺大的姑娘了，做个人吧，稍微有点良知吧。你，包括你娘，你们一家人，从你大哥回来开始，但凡有一个人问过他战场上受过伤没有，眼睛怎么弄的，看没看大夫？真的，但凡有一个人问过一句，今天这兔子不用你来找，我直接给你们送上门去。那不是一时没想起来吗？要想得起来还用你说？亲大哥的伤得想得起来才问，要大哥的东西却立马都能反应过来，这一家人啊。林楚楚回身看向严永征的眼神都带着疼惜。征哥，我不想跟他们一家人打交道，我晚饭没吃好，现在想吐，兔子给是不给，你自己拿主意吧。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就是胃疼，总是反胃，可能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严小敏急得直跺脚，他大哥真的不要他了，再也不搭理他了。大哥，你大嫂身子不舒服，你还是回去吧，已经分家了，你以后就都不要来了。不管严小敏在身后怎么喊叫，严永征都是头都没回，跟在林楚楚身后就进了屋。楚楚，怎么了，征哥？严永征胸腔鼓胀，一肚子的情绪装在里面，不知该如何说。征哥，咱们明天还能再上一次山吗？行，都行，你想去，咱们随时就去。那征哥，咱们早点去山上，下午的时候再去一趟城里，明天花和果子都多采摘些回来，看能不能做点出去卖。上山的一路上，林楚楚都被严永征拉着手，他沉默着。到了上次采摘东西的地方，严永征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帕子，在林楚楚的身上把露水擦干净。现在日头还没出来，晨露重，先擦干净，当心感冒。征哥，怎么了？林楚楚脸上尴尬中夹杂了微红，她踌躇了下，到底是把话问出了口。征哥，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严永征迟疑了一下，没想到知秋来得这么快。是，我是相中你了，想让你留下，做2个孩子的母亲，做我的妻子。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我知道。严永征早就看出来他跟旁的姑娘不一样，或者说跟他见过的所有姑娘都不一样。是我还不够诚意，我还没能拿出让你觉得托付终身的诚意。楚楚，别着急。他声音沉稳，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但只有他只知道有多紧张。我只要确定一点，你讨厌我吗？林楚楚很快摇了摇头，几乎就是下意识的反应。不讨厌就好，不讨厌就是在给我机会。我心知自己是个残疾，眼睛瞎了一只，有2个孩子，前妻还是病死的。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你，但楚楚，我这人不说假话，我相中你了，就是相中你了。只要你日后觉得不讨厌我，想要留在我身边，不管你是不是我的老婆，我的媳妇，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好，这就是我的诚意。林楚楚的脑子已经乱成一锅粥，她使劲低下头，很低很低。我知道。不可否认的是，严永征今天说的这些，比以往的那些举动都要打动自己。征哥，咱们还是先干活吧，一会太阳就出来了。严永征看了他这副脸红，根本不敢瞧自己的样子，心里蓦地高兴，仿佛林楚楚就要成了自己的媳妇一样。你在这歇着就行，早上没吃什么东西，这些你先垫一垫，中午了我还给你烤东西吃。我也是能干活的，有征哥在，什么都不用你坐着享福就行了。简单吃了饭后，严永征便借了牛车，载着心仪的小媳妇出发去城里。好好的风景就在路两旁，要不是严永征突然转过头来递给他一把小果子，他都要忘了上次惊险的那一茬了。征哥，你确定上次的那些人不会再找过来了？应当是不会了。林楚楚还是担心，他还没活够，家里还有2个孩子在。征哥，你……楚楚，别担心，不会再有危险了。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谁都不会伤害你，就算拼了我这条命，都不会让你有分毫的危险。话虽这么说，他一个现代人，
从小都住在夜不闭户的环境里，哪里经受过那种冷兵器的威胁？两人晃晃荡荡，直接就来到了揽月阁。这次卖的是野兔子和野鸡，表明来意。野物卖得很快，做玫瑰花饼，甜味必不可少，还有烘焙。家里就只有做饭的一口大锅，还有古代的糖，简直就是天价。我得想想办法才行。郑哥，山上蜜蜂多吗？应当是不少。他晶亮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的个头。那你怕不怕蜜蜂蛰？不怕，明天我就从一下来给你尝鲜用。我不吃，师座。林楚楚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阵打骂声打断。不远处有一个乞丐被打了。他们怎么这样？嗨，这算什么？附近这几条街都被哪几个叫花子给霸占了。但凡敢有上这来要饭的，轻了被撵出去，重了就那样喽。是啊，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干什么不行？先得要饭。郑哥，我看挨打的那个人怎么有点眼熟？死瘸子胆肥了，还敢上我们的盘上来要饭？住手！你又是那位？你再多管闲事，连你也一起打。来呀！眨眼间，噼噼啪啪几个人都被袁允贞打得吓跑了。怎么样？用不用找郎中？不用。小哥，都是行乞的，他们为什么下狠手？我给饭馆排点梯子，老板没给钱，答应给1个月的吃食，我才连理2天的包子，他们就上来打我。人善为美，志不处人，焉得志？啥意思？就是即便沦为乞丐，焉能失了良知？都被揍成这副惨样了，还算呢？小哥，你真不用我们帮你找个大夫？不用，我自己能行。他没走几步又倒下去。你要去哪？还是我们送你吧？行吧。安翁，来吃饭了。安生，你怎么搞的？那个王八羔子把你打成这样？没事，就是与人争执2句。安翁，你快吃一会，该凉了。可惜了，包子本来有6个，我只保住了1个。要我说你，整天知乎者也空脑袋，就不知道去找个文书账房什么的干。好一个读书人，怎的就被揍成这样？我的情况您知道，不能再连累人了。他们的交谈声不大，但林楚楚却听得一清二楚。郑哥，家里的事你做主，我都听你的。林楚楚甜笑了一下，走到俩乞丐身边。小哥，我看你也是个会读书的，不知千字文百家姓，你可教的？我家里有2孩子正待启蒙。年轻乞丐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千字文百家姓，那不是有眼睛就能教吗？好大个才子，你竟让他去教黄口小儿，不识货。那总好比让他要饭，还要不明白挨揍强吧？那你得给我们吃的住的，要不我们不去。那是自然，我家住在乡下，只要你2人不惹事，估计也没人把麻烦找到你们头上。只要小哥教好我1双儿女，在我家里一直供养你们都行。不过在那之前，你们要把来历交代清楚。我这人最怕惹麻烦。我小哥支吾半天，老乞丐急切直接答应了，生怕林楚楚这个冤大头反悔。回村的路上，一老一少讲述了自己的来历。我叫赵安生，是老家江淮人士，3年前中的秀才，家中贫寒，全靠寡母与妹妹刺绣供养我读书考取功名。本以为苦日子到了头，哪曾想妹妹只是去了一趟绣庄就再没出来。她被吴州城知府小舅子强行霸占，我就四处求告，被恶霸打折了腿，被无良官吏撸掉了功名，被打了后丢在路边，这才被阿翁捡到。到了林楚楚的家，老乞丐眼睛都瞪直了。你们家这也太破了，你们能给我们爷俩吃啥？别是吃糠咽菜，那俺们可不敢。那你自己走回去吧。那不行，中午我1个包子还没吃饱呢，就算回去你们也得管饭。爹娘，你们回来了。得了，这不是那天早上的大哥哥吗？别叫哥哥，叫叔叔就行。小满，这是娘给你找的先生，专门叫你读书识字。小满眼珠子都快瞪出来，这个乞丐竟然识字，娘竟然还让他来教我。小满，去烧1大锅开水。娘，小月，别怕爷爷给你把脉呢。他就知道这2个人肯定不简单，哪有乞丐懂得那么多的？脾胃虚弱，底子薄弱，瞧你俩年纪轻轻的，咋带的孩子？现在还小，要是再这么亏空下去，小心孩子彻底长不大。多谢谢伯，以后你们还是安心在我家住下，我与楚楚定然好生对待你们。不敢，你那小媳妇刚不还说让我走回去吗？那你不也没走？行了，知道你厉害，赶紧进屋吧。严老爷，夫人多谢今日收留之恩，你们家中小少爷安生定当竭尽全力辅导。你尽力就是，我们俩不是什么老爷夫人，你叫我严大哥，叫楚楚严大嫂就行。那如此就最好了。严小子，你真是从西北军回来的？是，3月前我们与边沙鞑子决战，西北军10人丧77，赵王爷带领我们追赶出国境300里，这场仗才算是彻底胜利。好啊，严小子，你收我100，老夫替家中1家2口多谢西北军，报的血仇。眼里跟林楚楚顿时一愣，你不是本地人啊？
我姓谢，是边陲有名的大夫，一生救人无数，可自己的家人却被边杀骑兵一夜毁掉，家中亲人子孙全被屠戮干净。谢伯，既然到了这里，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丫头，你这是在做啥？玫瑰花饼，我打算做些到城里去卖。娘，你在做什么？做好吃的呀？保密，一会你们就知道了。老谢头看了看俩孩子，又看了看林楚楚。这俩不是你亲生的吧？你是后娘，而且你并未语言小子圆房，还是续弦的大姑娘一个。臭老头，这管你什么事？一会鲜花饼，没你的事，你别吃了。晚饭照例还是这男人做的。老谢头满眼都是对他的赞赏，对上林楚楚的时候就变得极为挑剔。那家的小媳妇像你似的，仗着自己男人憨厚就骑到人家头上。是啊，谁家的小媳妇也没有我这样的，我就是被真哥宠着，他愿意你看不惯啊，你看不惯也没用。你看着是个厉害的，实则精明在外，内里就是个小丫头。你们家还得全靠严小子，靠你不中不中。靠你中，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谢爷爷，你不能说我娘。小月，咱不理他，来尝尝娘做的鲜花饼。没有烘焙的东西，这次的鲜花饼就只是用白面蒸出来的。就这不就是白面加了刺梅花吗？有啥稀奇？做成这样还想卖钱？林丫头，我看你还是省省吧。老谢头，你说这话叫刺梅花？不叫刺梅花叫什么？甘微苦温，归肝脾经，清火疏肝和胃，行气止痛，开的漫山遍野都是最不值钱的，就属它了。那照你这么说，它根本不值钱。也不能说不值钱，几个铜板卖还是可以的。你这地方的野菊刺梅怎么会比寻常的都要好？那当然，洒了灵泉水的能一样吗？谢老头，你刚不还说不值钱吗？明天我就都拿去卖钱买肉，就不给你吃。嘿，你这个林丫头，有问题请教就叫我谢伯，问完了就喊我谢老头是吧？家里多了2个人，林楚楚和老谢头不断拌嘴，连带着家里的气氛都跟着欢闹了起来。郑哥，明早咱俩还上山北。去。众所周知，古代男人很难找出一个恋爱脑，而这男人竟然愿意为了他卖命去赚钱。郑哥，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村里的地都多少钱一亩？你想买地？的肯定要买，但要买就买上田，但不是现在。楚楚，你是说要买山？对，郑哥，那些种不出来粮的地，我一根垄都不想要，我想要这些我看见的里面有无数宝贝的大山，我想要这些都归我们所有。那么一大片山林，少说也得有上万顷，买下这些得需要多少钱啊？楚楚，买山的事情不着急行不行？我从军中回来，手里其实还留了一些余钱并位。并位什么？林楚楚抿唇笑着看他，他就知道这男人还留着小金库。楚楚，之前我真哥，你不用解释，我明白。你之前觉得我靠不住，自己留着钱以后再娶一房媳妇小妾什么的，我都能理解，毕竟男人嘛。严永贞脸颊都僵了。楚楚，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就算没有你，我也不会再娶别人。他窘迫的样子惹得林楚楚哈哈大笑。我故意的，你要是想娶别的什么人，我才不跟你好呢。严永贞扬怒的看着他，思考着一会怎么从这丫头身上讨回来。那真哥，你以后还会背着我葬钱吗？他问这话的时候是心虚的，毕竟空间里还躺着400多两银子呢。不会了，我那天说的话都不是假的，以后我1文钱都不会背着你私藏，更不会娶小妾。楚楚，我这辈子后半辈子有你一个人就足够了。林楚楚快被他眼里的认真给溺死了。你都背着我葬钱了，我才不信呢。楚楚，有件事我想跟你说。这男人虽然长得一脸煞气，但却甚少有这样严肃的时候。林楚楚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城里有镖局，我以前跟过，但都是短途，给的价钱不算高，跟长途商队的话给的银子很多。茶叶的事情忙完，我想先去跟一下。商队跟镖是那种走南闯北押运货物，动不动跟人拼到商队吗？是，就是那种，最远的会到关外，不过那种给的钱也多。就是因为我说要买山。是，楚楚，你听我说，我的在军中练的功夫没问题的，寻常的人也根本伤不到我。林楚楚目光倏然复杂起来，他只不过提一嘴要买山，这男人就要去挣卖命的钱。不行，我不同意。没关系的，楚楚，那2座山头少说也得要上千两银子，光是告种地，下辈子也种不出买山的钱来。那也不行。想起当初就会这男人的样子，浑身都跟泡在血里一样。你伤好了，身上不疼了是不是？我林楚楚就算再喜欢钱，想要买山，那也不能让你去挣卖命的钱。你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阴云雾气的眸子让严永贞一下子慌了神，他连忙起身解释：楚楚，你别急，我就是有这个想法，你不同意我就不去。行了，真哥，你是不是不知道咱们家的茶叶能卖多少钱？严永贞知道，但那也是江南的茶叶，他们制出来的这个，他还真的是心里没底。会很多吗？单靠着这些茶树，我们可能会很有钱，但真哥，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想把山买下来，不只是涂着山上的38棵茶树，我想一栽培至1000插，把那2片山林可以的地方全都种上茶树，
虽然咱们的茶叶还没制好成品，但我有绝对的信心，咱们家的红鹰茶绝对是大招头一份。茶树生长周期长，就算那样有个3、5年，嘿嘿，咱们靠茶树赚下的钱，别的不敢说，豫州城首富的位置绝对是咱们的。一番话下来，严永征都惊讶住了，质疑的问道：真有一天会这样吗？征哥，茶叶这个事，咱们要想发展的长远，咱们还得从长计议。咱们现在还是平头百姓，我怕太有钱了惹来麻烦。严永征怔愣了下，瞬间明白他在担心什么，也不多说，都听你的就成，以后的事咱们以后再说。将清理好的玫瑰花用锡布包裹，碾压出汁，然后倒进白面里揉成烟粉色，再将花瓣倒入，揉捏均匀，最后放进蒸笼蒸30分钟，这样一笼美味的玫瑰花饼就做好了。吴婶，您尝尝。楚楚，这糕点是你做的？是我做的。你糕点做的这么精巧，是要送到城里卖钱的吗？玫瑰花饼自然是要拿出去卖的，不过我不想自己去，想带着您跟我一起去。带我一起？卖饼子走街串巷的男人坐着不方便，我一个人征哥也不会放心，所以想拉着您跟我一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白干的。卖出去一个鲜花饼，我给您1文钱。如果每天的销量不高，卖不出去，我也会给您20文作为工钱。不行，我哪能要你们小辈的钱？再说这饼子一看就精巧，指不定怎么费力气做出来的呢。没关系的，吴婶，本来就是闲着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卖钱最好，卖不动就当咱们在城里溜达，晚上还能拿回来给自己吃。吴婶心疼小贝，还要继续拒绝，被林楚楚3两句又给劝了回去。第二天一早，几人就带做好的饼进了城，在早市上支起了摊子。征哥，玫瑰花饼咱们卖10文钱一个，南瓜饼和萝卜饼都是3文钱一个，5文钱就卖2个。这几个要是有人来问，可以先给他们尝尝。严永征一脸煞气，长得就吓人不说，还瞎了一眼，打眼看上去跟山上的土匪没啥区别，他哪里做过生意？我先试试吧。那我和吴婶先走了，征哥，我看好你。楚楚，你不说是咱俩卖糕点吗？怎么把严大一个人留在呢？吴婶，别急，咱们卖咱们的。他们俩在来的路上已经打听豫州城中达官显贵都住在哪，在敲开第一家大户人家后门时，吴婶紧张的连头都不敢抬。大哥你好，我们是附近的村民，自己研制了一些稀奇东西，想往您府上送2块。坐，上一边去，也不打听大户人家谁缺你几块糕点。大哥您别急，先看看，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些都是掺了山上花蜜做的，好吃着呢，您先尝尝。那看门的迟疑的咬了一口，脸色一变，讪讪的说：味道还成吧？大哥您看这样，您给帮忙喊一喊里头做事的姐姐，我再拿10个饼子送您，你拿全当给嫂子孩子添个零嘴。先就站在这别乱走。不多会的功夫，看门的就领出来一个姑娘坨子。就是你们在卖糕点，刚才那个挺好吃，是刺梅花做的吗？还有没有别的让我尝尝？有，还有萝卜糕，平时饿了不想吃饭，就拿它垫垫牙，还不腻，再好不过了。你倒是会说。行了，你这一篮子的糕点我都要了，你算算多少钱吧。谢谢姐姐照顾生意。玫瑰花饼一共30个，15文钱一个，南瓜饼和山药糕加起来都是10文钱，也是30个，剩下10来个的萝卜糕我就当天头送给您了。姐姐，玫瑰花饼450文，南瓜饼山药糕300文，一共成回姐姐450文。怎么这么贵？姐姐您有所不知，这几样东西看着材料普通，但用的都是山里的花蜜，还都掺杂了花生核桃，成本其实很高的。糕点这玩意在任何时候都是个贵的。行吧，都给我包起来吧。谢谢姐姐，要是姐姐们吃得好，我明天还这个时辰来。人都走没了，吴婶才反应过来。楚楚，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就敢把糕点卖到那样的大户人家去？你卖他们的价钱可比街口贵5文，你不怕他们找后账，找我们麻烦？怕什么？大户人家根本就不往早市去，咱挣的就是这个钱。婶子，下面2家还是我来敲门，你仔细听一下，2家以后可就都是你来敲门了哦。啊，那我可不行啊。糕点全都买完了之后，回到严永征这。征哥，你今天卖出去了多少呀？还没开张。就他凶的能指小儿啼哭的样子，能卖出去才算是稀奇。那饼子我和吴婶全都卖出去了，我厉不厉害？厉害。征哥，我想小鸡炖蘑菇，家里的野鸡吃没了。我一会就去买。楚楚，肉虽好吃，但太费钱了。咱们今天虽然挣钱了，但也不好这么花。吴婶放心，花不了多少钱的。一上午没开张的摊子，突地走过来几个人。哎，摊主可是你们在卖用南瓜和刺梅做的饼子？是，小哥。不过今天买完了，明天日我们还会在这里出摊的。刚才在家里下人送上来吃了2个，觉得味道甚是不错，原想着明天给书院的先生送些尝尝鲜呢。没关系的，
小哥，糕点可以一定货的，只要你说个数字，明天上午直接过来取就行。怎么是你？林楚楚抬眼一眼，好吗？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抽当丧气倒霉催的严玉树。是我怎么了？是你跑到我摊子前面来的，又没人请你，瞅一眼都影响胃口。哎，你这姑娘怎的说话如此尖酸刻薄？蒋公子，你别跟他动气，他是我大哥的续弦，他平日里最爱飞扬跋扈，欺辱公婆家人，现在连脸纸都不要了。一个女人家的竟然抛头露面摆起摊子了，我大哥管不住他。蒋公子，咱们还是先走吧。你说谁不知廉耻？严玉树，我平日里没找你没惹你，2次都是你主动上前招惹。要我说你才是不要脸，你娘对你大哥的2个孩子什么样，你没见过？还是说我儿子小马没给你洗过袜子，我女儿小月没给你端过洗脚水？你瞎说。玉树，你不是真的让侄子侄女洗脚吧？没有，我才没有，都是他瞎说。蒋公子你可别听他的，这蒋公子是豫州知府的亲戚，他好容易才巴结上的，可千万不能让林楚楚这个死丫头给搅和黄嘛。没有，你也好意思说你没有？严玉树，我不想跟你多废话，看你就倒胃口，识相了你就赶紧滚。林楚楚，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就是为了我大哥也不能这么抛头露面。你一个女人家的跑出来做生意，不是败坏我大哥的名声吗？你这么不知廉耻，让我大哥以后怎么做人？严玉树，本想着给你在同窗面前留些颜面，没想到你是一点脸都不要，输毒狗肚子里去了。你是不是生病脑袋瓜子烧发霉了，把之前的事全都忘了？你小时候病得下不来炕，马上要断气嗝屁，求我家定亲冲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不知羞耻？你读了2天半书，嫌贫爱富，要退亲我不赖着你，我也不稀得看上你。你们严家除了你大哥根本就没有一个好鸟，成亲时偷梁换柱，把新郎从你换成你大哥，这事你敢说你一点都不知道？咱俩到底谁不知羞耻，谁臭不要脸？在城里待了2天，就你觉得自己鸟枪换炮，骨子里还是嫌贫爱富的小人一个。从出生到现在，你挣过一个铜板吗你？一连串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给严玉树直接骂懵了。那蒋小公子都惊叹到那嘴巴都快掉到地上了。我的个乖乖，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嘴巴这么厉害的姑娘。玉树，你也是不一般啊，你大嫂这么厉害，你还敢上门找茬，我真是佩服佩服。蒋公子，都是我大哥管教不严，乡下妇人没见过世面，你别介笑。严玉树，你还没完了是吧？那蒋公子确实个有意思的妙人，叔嫂吵架看得津津有味。姑娘，要不这样，我先把糕点订好了，然后你们再继续吵。说吧，订多少？玫瑰花饼我订100个，南瓜和山糕糕各要50个。那行，先把钱给了。玫瑰花饼20文1个，南瓜饼和山药糕10文1个，给钱吧。哎，不对啊，我家下人说次梅花饼才15文1个，山药糕和南瓜的也没那么贵啊。坐地起价了，跟严玉树走在一起的人，我看着不高兴。就这价你买爱不买？不买别在这瞎耽误功夫。嘿嘿，玉树，你这大嫂可有点意思，比你有意思多了。蒋公子，价钱贵了那么多，你怎么还买？这不明摆着宰你吗？没关系，没关系，姑娘，这是2两银子，我蒋公子别的不多，就是银子多，今个我高兴，剩下的就不用找零了，全当是我给你们的辛苦钱，你们继续，我看着可高兴了。这又是哪里来的250？不够。什么不够？我是说钱不够。玫瑰花饼20文1个，100个就是2两；山药糕、南瓜饼10文钱1个，100个就是1两银子，加起来一共3两，你少给了1两银子。好像是少给了1两银子。哎，你账怎么算的那么快？老娘还会高等数学呢，你个成天啃书本的懂个屁，不会算账，怎么做生意？少废话，给钱。蒋公子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好脾气，依旧笑呵呵，又掏出来1两银子。玉树，你说精算你和你大嫂谁比较厉害？精算是古代科举里最难的一项，其难度堪比作八股文章。蒋公子，你怎地能拿一个妇人与我相比？嗨，说着玩玩嘛，反正金玉休沐也是无聊。林楚楚算是看出来了，严玉树在这个所谓的什么公子面前，就是个解闷的玩意，根本啥也不是。行了，少在这里废话，我要回家了。糕点明日上午你还到这来取便是。哎，小嫂子，别走啊！楚楚，怎么了？没怎么了。严大，有时候也真的不怪你媳妇，你本家他们也真的是太一言难尽了。婶子是谁？还能是谁？你爹娘除了打工没事也不会来城里。是严玉树吗？回去好好哄哄你媳妇吧，说的那些叫什么话呀？那也太难听了，都是凭辛苦吃饭，哪有那么说自家大嫂的？严玉树那边你最好还是管管，让他别没事总找楚楚的麻烦，被嚼舌根的人瞧见了总归是不好。严永贞紧咬着下颌，脸色说不出的难看。那个闲出屁的敢嚼我跟严玉树的舌根，别让我听见，我把他嘴巴撕烂。林婶和严永贞同时一愣。严大，我忘了，你这媳妇，咱们村现在谁还敢招惹她呀？
这个女人靠卖玫瑰花饼赚了大钱，邻居们都上门想要进货。巫婶，我给您500文，今天一共卖了160个100个玫瑰花饼，不到300个山药糕和南瓜饼。啊，不用，那些都是你领着我卖的，要我管我自己一天，我也没胆子卖出去一个。没关系的，巫婶，事情都是第一步困难，你后来不是也做得很好？巫婶，今天只是第1天，明后2天我都会陪着你，可再往后就都要你自己来了。哎，不行，我可不行。婶子，相信自己没问题的。吴婶看着那500文，那可是一个壮劳力接近1个月的工钱，她1天就赚回来了。巫婶，卖这些糕点饼子可只有前3天我跟着你，后面的日子你都要自己去，然后我做好了，你在我这里订货。订货？对，就是订货。2天以后，玫瑰花饼和这几样饼子都在我这里订货，成本什么都由我来出，价钱只收取售价的1半。我刚才说的那些您可能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这些钱您拿着回家慢慢想，想好了再来答复我就行。第2天天刚亮，吴婶就敲起林楚楚家门。吴婶，楚楚昨天跟我说的事，我考虑清楚了。咦，那还按昨天的算？林楚楚陪着吴婶卖了2天，便彻底留在家里，只让吴婶一个人进了城。除却头几天的不适应，挣了钱，吴婶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多。林楚楚这些天也没闲着，严永贞昨晚每日需要的饼子就被他打发出去买牛乳，一盆盆的鲜牛乳端进厨房，作废了再一小盆一小盆的端出来。严大媳妇，你在家吗？荷花啊，严大家的，我来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记得当初分家的时候，家里的大铁锅就是荷花男人张山峰送来的。荷花嫂子，咱们都是女人家，你有话直接说就行。你家大哥在征哥没回来的时候还帮过我。我和当家的在城里看见吴婶在卖饼子，峰哥问了，吴婶说卖的饼子都是从你这里拿的，我能不能？荷花嫂子，你是想在我这里拿饼子啊，然后拿到镇上去卖？是这个意思。我跟峰哥商量好了，会避开吴婶去的那条街，去旁的街上卖饼子，也省得吴婶子不高兴，白辛苦。那你要卖饼子跟吴婶说了吗？说了，吴婶也是有些不愿意的，但我跟峰哥跟他再三保证了，不会去他去的那条街。只要吴婶子那边没什么不乐意就行，饼子放给谁在我这里都是一样挣钱的。那这么说你是同意了？我同意了。那太好了，饼子还是跟吴婶一样的价钱给你，只不过卖货的地方你可以到了城里最热闹的酒楼，豫州城里最热闹的茶馆酒肆，各式商户，只要不是同样卖糕点的就都可以送，还有那些勾栏瓦肆，这些东西简直再好卖不过了。荷花听了林楚楚要把饼子卖到青楼里去，惊得脸都白了。不行，那种脏地方良家女子怎么能去？谁让你从正门了？再说了，你家张大哥不也同意让你卖饼子？你胆子小长得俊俏，也不适合挨家挨户推销着卖。头几天让你家张大哥去跟商户们谈，男人嘛，谈生意的时候可比女人方便得多。严大家的，你可真厉害，我还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女子呢。征哥，荷花嫂子人品怎么样？之前住在一个村里，没怎么说过话，但大风是跟我一块长大的，人品靠得住。怎么了？林楚楚把荷花嫂子要在他家订货的事说了一遍。严永贞对做生意的事情不太懂，也没说什么。荷花嫂子卖饼子倒是比吴婶简单许多。张山峰花了2天的时间把要送货的商户谈好，第2天荷花嫂子送过去一趟就行，也不用像吴婶子那样走街窜巷的去敲门。村里面的人知道这件事后，严永贞家的门槛都要踏破了。林楚楚把豫州城东南西北分了10多份，先是优先放给了之前分家时候给过他微末善意的人，剩下的甩手全都扔给了严永贞，让他看着人品往下放。每一个进货的人都有不同的区域，各挣的钱互不干涉，拿货之前都让赵安生写好了文书签字，一旦有占便宜告状到林楚楚这里来的，一律不再放货给他。严大家的，你在家吗？你是哪位？哎呀，我是你二伯娘，你家的活都是严大一个人在干，那忙碌的哟，我看了都心疼。左右都是一家人，你把做饼子的方子卖给我，以后那些上货的也可以来我家。哦，你是来买方子的？对呀，10两银子买你的，你看怎么样？不怎么样，你给我出去吧你！你咋撵我？我撵的就是你，我活了这么些年还头一次见你这么脸皮厚的。我是你男人的二伯娘，你还有没有规矩？我连他亲娘都撵，更何况你了。怪不得严大嫂说你是个不懂规矩的丧门星，连你长辈你都敢撵，我看他说的可太对了，不尊长辈，打骂公婆的，谁娶了你还真是倒了大霉家门不幸。林楚楚刚卖糕饼赚了银子，分家后的婆家人便打起了主意。是老严婆子让你来的？那是你婆婆，怎么能这么没有规矩？少废话，赶紧从我家离开，回去告诉老严婆子，方子是我林楚楚的，他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少来打方子的主意，只要是跟他严婆子沾边的，一概不能进我家门口。二伯娘骂骂咧咧的从严永贞家大门口走。严大嫂，是你说你大儿媳最贪财，只要给钱做饼子的方子她就会卖，
他那么厉害，你怎么不早说？早说了，我一个当长辈的还能上门挨骂。刘二家的那小哒哒哒啥样，全村谁不知道？你想买房子，我这个做婆婆的跟他不合，给你出主意咋还出错了？分明是你个老婆子算计我，说什么都是一家人。我先去出10两银子，过后你再跟你大儿子说让再便宜几两，便宜的钱算作何股？咱们2家一起挣钱。刘二家的，你说话可得凭良心，你眼馋我家大儿子挣钱。老阎婆子说了一大堆，才勉强把刘二媳妇打发走。你咱们就这么看得见人发家？咱们一个字都落不着。大嫂进门就开始闹分家，没准挣钱的法子早就想好，就是不愿意让钱落到咱们兜里。老二，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大哥窝囊囊的，怎么就那么听媳妇的？原来就是因为钱。他们就是不孝，不想让咱们占他们丁点的便宜。娘，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连小月那鸭崽子我看都带上玉簪子了，我呢？我这个当姑姑的还穿打补丁的衣裳呢。还有，他们家还养了2个不明不白的俩男人。老阎婆子一拍大腿，怨气横生，好似他们一家过不下去了一样。走，不能再这么放任小贱蹄子了。走，娘带你们找评理的地方去。楚楚，我想重新盖一下房子，谢老头和赵安生他们都在，房间有点不够了。我也正准备跟你商量这事呢。咱们手头的钱盖房子肯定够，盖几个都不成问题，主要是盖成什么样的。青砖瓦房吧，结实些，再大点，将来小满成亲时也能用。钟哥，你在家不快出来？大风，出什么事了？你爹娘逃到我家来呢，说你不孝，跟我爹说要重新分家，要是不重新分家，就要上衙门告你。钟哥，走吧，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严家又闹事了，围的全是中午从地上回来的村民。李正，你不能因为你家媳妇在林楚楚那挣着钱了就偏心眼。严婆子分家是你同意的了，分家的时候你连副碗筷都没给儿媳妇，当老人长辈的那有你这么说话不算话的。不行，我和老严都活得好好的，就是那个小贱蹄子撺掇的。要不我大儿子怎么可能同意分家？我不同意，我现在反悔了。他林楚楚想分家，必须得把生养银子钱给我，要不他别想安生。这时严永贞、林楚楚走了进来，都是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赔钱货，都是你狐媚我大儿子，让我们母子离心分家的事都是你闹的。这就是你娘，你看着办吧。娘，你光骂大嫂有啥用？赶紧说正事。对，说正事。林楚楚，我说你怎么一进门就张罗着分家？感情你是手里早就有发家致富的方子，你就是打着挣钱不想给公婆的主意，就是不想奉养老人。娘，都已经分家了，你还要闹得这么难看吗？我闹？怎么就是我在闹了？还都是为了你，家里为了你娶媳妇前后花了多少钱？现在你们说分家就分家，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当娘的。前2天小贱蹄子还把推沟里了，你还当他是个什么好玩意？话音一落，看热闹的当即有人笑出了声。老阎婆子，这事你也好意思说？那天我可是亲眼看见的，是你要茬的中午有肉的饭，4几个站不住掉沟里的，现在掉头了儿媳妇。周围一圈人哄笑不断，严婆子脑子都快气炸了。放屁，少他娘的胡咧咧！我家是你少掺和。那你想怎么办？要么给钱，要么给房子。我是月怀胎生养一回，不能白辛苦。我儿子让你小贱蹄子一个人指使挣钱，那不行，绝对不行。那是不是给了你钱，严永贞从此就不再欠你的生养之恩了，对吗？他以后跟你跟老严头他亲爹也再没半点关系，对不对？老严婆子脸色一白，压根没想到这一层。我跟我儿子打着骨头连着筋呢，就算给了钱，他也是我儿子。那不行，都已经分家了，就是2户人家，钱没有白给的，要么给你钱断亲分家文书一起签，要么1毛没有。我跟你儿子现在就走，你怎么闹就怎么闹。这2样一签，那以后他们再挣钱可就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了。老严婆子可不是傻，当即不干。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想要钱？真哥，咱们走吧，你娘疯了，跟疯子可说不同，赶紧走，我怕传染。这个女人为了给小儿子娶妾，竟然跑到已经分家的大儿子家要银子，甚至说不给钱就断亲。楚楚，我来解决吧。爹，是不是你也同意娘拿钱买断你们养我的钱？严大哇，你娘，给钱吧，你给俩钱就行了，只要你给钱，你娘就不会闹了。老严头，你到底是不是男人？你老婆子都把孩子逼成什么样子了，你不管也就算了，还让你儿子拿钱。李正气不过直接拿出纸，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严永贞，你爹娘说要钱，你媳妇说给钱就得签断亲书，这个事你怎么说？分家断亲。老严婆子愣了愣，刚想张嘴就被严二强拽了下。你给钱就行。他挤眉弄眼，自以为声音很小，但屋里的全都听见了。不是要钱吗？你说个数吧。这些日子进出大儿子家的人那么多，小贱人指不定挣了多少钱。100两，100两。老严婆子狮子大开口，简直就是在要儿子的命。哈哈，100两。至此以后，你们2个老的与严永贞就再无生养之恩。李正大叔，麻烦您把文书写好，上面就按照我说的，100两银子断了我丈夫严永贞与其双亲所有的血缘亲情，往后他们2老的生老病死，严家的婚丧嫁娶一概与我们没有半点关系。拿钱，快把100两银子给我。
签字不签1毛钱都没有。签就签。很快他们签完了文书，林楚楚和严永贞便回了家。当家的儿子是咱们的，他给咱们多少钱都是应该的，100两呢。玉树读书的钱以后就再也不用愁了。此时严永贞家门口停了一辆外表华丽的马车，严永贞脸色微变，林楚楚也是一愣。林姑娘，徐掌柜，您怎么有空到我家里来？见外了，突然登门，林姑娘别觉得冒犯就行。徐掌柜笑笑看了一眼他身旁站了个身材高大面戴眼罩的男人。徐掌柜，这是我丈夫严永正，前阵子刚从军中回来。大昭西北边境与鞑子连年打仗，最近半年战事才渐渐平息。徐掌柜是个见过世面的，看严永贞的眼神立马带着钦佩和赞赏。我之前觉得林姑娘聪明机敏，果然没有看错。林姑娘，今日城中流行的刺蘑花饼和几样糕点是不是都出自你的手笔？林楚楚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不过没想到钓上来的大鱼竟然还是老熟人。是我研究的，让村民各处去卖也是我的主意。徐掌柜来之前把林楚楚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包括她嫁到严家是续弦的这件事。把城中各处划分，再让村民各自去买，这种卖东西的方式，徐某人之前还没听说过，如今真是学到了。不过是一些小把戏而已。徐掌柜，你有话直说便是。那徐某就直说了，揽月阁商号涉猎产业繁杂，其中也有糕点铺子这一样。你研制的玫瑰花饼还有山药糕、南瓜饼，这几样东西卖的虽然快，但对揽月阁影响并没有多少。他这话说的不假，林楚楚的东西卖的再好，上流官商该上揽月阁买东西还是去揽月阁买东西。多年经营的老牌子那能轻易受泥腿子影响？那糕点饼子我也吃了一些，确实有益肠胃，多吃了几块之后胃口都好的多了。实不相瞒，这几样饼子铺子里的师傅已经能原样复制出来，而且也能繁殖出其他样式，但口感始终都照你做的差一点。林姑娘，我想问你买这几样饼子的方子，你看如何？徐掌柜说完之后便不再说话，只诚意满满的盯着林楚楚。为了掩盖灵泉水的作用，林楚楚一本正经开始胡诌。这几样东西都是闲来研制出来的，我也相信以您铺子里师傅的经验老道，复制几样糕点根本不算什么是方子。您愿意买，我当然愿意，只不过揽月阁的师傅都复制出来的，我再拿出来卖方子就没多大意思了。姑娘的意思是？徐掌柜，这样您觉得我这3样饼子能值多少钱？您说个数就成，我保证不加价。3样饼子揽月阁都已经做出来了，按道理制作方法根本就不值钱，是这种按照克层分销的方式让徐敏怀产生了兴趣，再加上后背的这个人是林楚楚，他才产生了期待感，特地跑了这么一趟。100两吧。成交。徐掌柜，这些日子闲来无事，我又研制了其他几种糕点，不知徐掌柜您想不想试试？徐掌柜眼睛瞪大，他就知道这丫头不简单。那好，林姑娘请快拿来让我瞧瞧。徐掌柜您稍等一下。不一会功夫，林楚楚就把东西拿来了几样糕点。楚楚，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香？这是我最近新研制的，您尝尝看怎么样？徐掌柜只尝了一口，就觉得他之前吃过的所有糕点都比不上了。好吃。楚楚，这些做这些糕点的法子你都是怎么想出来的？简直太好吃了。徐掌柜眼神兴奋，恨不得立马把这几样东西据为己有。楚楚，我也都圈子了，这几样糕点的方子我全都要，你开个价吧。徐掌柜，我年纪轻，做生意经验不足，价格还是您来开吧，我相信您的人品。400两，400两买下刚才我吃的这5种糕点方子。400两，那就是1样糕点80两，比我心里的预期高上了许多。徐掌柜，买方子的事情太大了，我得先跟我丈夫商量一下。自然。正哥还在为你爹娘的事情不高兴吗？楚楚，我也是爹娘亲生的，从小我就能感觉到娘不喜欢我。小时候明明我是小敏、二强他们的兄长，可娘的眼里却只有他们。正哥，是他们不好，你很好，非常好。楚楚，你说真的吗？正哥，你是我见过最善良、最有担当的男人。只要你说好，我就只好给你一个人看。正哥，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林楚楚把事情跟他简单说了一遍。这些事情你定夺就好，听你的。再进来，严永贞的脸色好了很多。徐掌柜久等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可以将方子卖给你。卖方子的文书签完之后，林楚楚又留徐掌柜在他们吃了顿饭。第二天一早，前来上货的村民听见了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苦日子过了那么久，一下子尝到甜头，突然就给断了。这些人哪里能干？虽说拿货之前都签好了契约，怎么经营全都有林楚楚说了算，但也挡不住他们耷拉个大脸，想要发作闹事，却挨着严永贞害人的大块头，不敢发作。拿货的村民们丧气的走后，吴婶跟荷花脸色也不怎么好。饼子突然不卖了，我知道你们心里头都不好受，但这种东西只要稍加琢磨，经验丰富的师傅研究就能弄出来。两人很是诧异，他们心里压根就没想过这一层。昨天来买方子的不是别人，
就是城里最大点心铺的掌柜，他们的确是买走了我的方子，但给的钱大部分却都不是紫梅花饼，而是我研制的其他旁的东西。那楚楚你做的其他东西还往下放吗？接着放不是不可以，但无闪莲花嫂子，你们想想，我们只是种地的泥腿子，之前走街卖紫梅花饼只是小打小闹，没影响到他们大商户的生意。如果下一批做出来的新品真的对他们有影响了呢？那他们还会放任你们继续卖下去吗？那个城里的掌柜没找你的麻烦吧？紫梅花饼影响还小，暂时还没来找麻烦。荷花嫂子、无婶，你们别着急，慢慢来，以后再有赚钱的事情，我第一个想着你们。严家不复之前的忙碌，林楚楚和严永贞第二天就去了李正家里。你们要买山？李正瞪大了眼珠子，一脸不敢相信。是张叔，我和楚楚之前做生意都是靠着山里的东西，以后也想在山上种些果树什么的。果树那东西可没几年能见到钱，要我说你们还是先多买些地才是正经的。前2天林楚楚一下子就掏出来100两，今天又来又说要买山，李正的震惊可不是一点半点。张叔，我们想买山也是商量好的，您就先看看买山需要多少银两，万一我俩钱不够，到时候再来买的也不迟。那行吧，买山这么大动静，我得去趟城里跟衙门请示一下，等我回来再告诉你们价钱。那就辛苦张叔跑一趟了。这个男人有了银子，立马把隔壁村的寡妇给领了回家，妻子却在窗户上偷听了一宿。我爹这是不要我们了吗？你爹什么不要？你天天的就知道教坏我的大孙子，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咱们严家几十亩地，现在的家底我儿子讨个小的伺候怎么了？又不是休了你，你哭丧个脸给谁看？还不赶紧去做饭，还想让我儿子饿肚子不成？严刘氏前脚刚走出去，后脚严二强便抻着懒腰的出了屋子，身后跟着隔壁村李寡妇。二强，你给我过来！怎么了娘？二强，你是怎么回事？不是说给李寡妇几两银子就成，你怎么就给领家里来了？哎呀，你玉芬不是稀罕我吗？再说他一个人在村里也没个帮衬，家里多了个人还能多双手干活，就是让刘氏多做口饭的事。村里的那家老爷们能像你儿子似的有钱娶小妾，咱们家今非昔比了，娶个小的不算啥，脸上多有光。村里的汉子确实没谁家娶小妾的，娶小的都是城里员外的做派。严刘氏一想也是这么回事。那刘氏呢？你把他怎么办？嗨，他能怎么办？就像以前一样过呗。你刘氏那手粗的跟砂纸一样，还有那腰我连摸一把都觉得难受，不休了他都算是看在我儿子的面上，他还想怎么样？他要是闹就让他滚回娘家去。那也注意一下分寸，好歹娶过门，在咱们家过了这么多年，你别让村里人笑话。还有那个李玉芬，我瞧着她就不像什么老实人，当寡妇的没几个老实的，儿子你可得看见了他。行了，我知道了。殊不知一番对话被在一旁的严刘氏听得一字不漏。你怎么哭了？元宝，你爹给你娶小娘了，往后在家里你说话都要小心些，跟你爹也好好的，别惹他生气。爹怎么会突然要娶小娘？你不是他媳妇吗？都是你大伯和你大伯娘，要不是他们非要分家，非要给你奶奶100两，你爹他哪里来的钱娶小妾？李正那边的动作很快，第3天买山的价格就出来了，1800两。对，距离村里最近的那座山是这个价钱，旁边的那座山占地更大些，得2200两。2000多两，他们得钱一下子就不够了。而茶树就在2000两得那座山上。从李正家出来后，2人都是一脸思索。楚楚，现在咱们还差些银子，要不我去？你又要说去走镖吗？不是，答应你不去，肯定就不会去的了。我是说，要不我再去山上多打些野物，银子攒估计明年就能够了。真哥，其实我这里还有钱，之前没有要用到的地方就没跟你说。你还有钱？看来你也藏小金库了。真哥，你别吓我了，我留钱那不是因为之前咱们俩什么？之前谁知道你是啥样人，我留些心眼不是正常吗？那现在呢？独眼男人见缝插针，专寻着话里的漏洞问。真哥，我在跟你说正事呢，山肯定是要买的，但咱们手里的钱只够买一个的。真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商量好又回到了李正家。严大，村里能盖房子的地方有那么多，你挑的那地方虽然地方大，可离村里太远了。不妨事的，这里一共是1835两，张叔你先看一下。李正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这些老的看不懂，1000多两去买个除了野鸡野兔啥都没有的破山头，有那个钱放到钱庄里吃利息多好。李正大叔，因个不老，我们家盖房子的事情还要指望您给张罗找人呢。那是自然10里8村，别的不说，盖房子的能手还是能找着几个的。他们定的盖房子的地方正是通往山上的必经之路，既然2座山头一起买下来钱不够，那就掐死其他人上山的路。楚楚，家里的茶叶你打算怎么办？茶叶的事再等等，我还没想好。徐掌柜为人应当是没有问题，但他毕竟只是个掌柜的，咱们都不知道他背后的人到底如何。楚楚，那咱们就先盖房子，茶叶的事情等你觉得合适了再说。好。林楚楚仰头看他露出满意的笑，跟着男人过日子就有一点好处，不多问，不干涉。时值6月，
正是盖房子的好时候。李正的动作很快，没几天就张罗来一队专门盖房的工匠，山底下那块空地开始热火朝天的干起了活。老严头一家自从得知严大那边要盖房子，家里气氛就一直低迷着。在不富之前，突然有了100两的喜悦。都拿出来100两了，大哥手里怎么还能有钱买房子？那还用说，钱肯定都让他们卖饼子挣去了。严老头，你大儿子盖房子，连你个做泥瓦匠的都不告诉，你当爹的不去看看？我听说光是村里给他们家干活的一天都给20文，连中午吃的饭都是荤油烧的菜。自家人盖房子，当老人的哪能不给把关？再说林楚楚那个小贱人是跟我不对付，又不是跟你，你去帮忙看看，没准还能多给些工钱。我不去。严二强也眼馋那一天20文的工钱，一个劲的给他娘使眼神。老严头嘴上说着不来，却没事就往他们这头窜，还专门赶着中午饭点过来。吃完了饭抹抹嘴，就往工匠那头凑，指手画脚，恨不得把自己知道那点东西全都比划出来。吃饭时，老严头刚想再盛第2碗饭，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严大，你爹又来了。”我来我儿子家，你们瞎喊啥？喊你儿子能不都分家了吗？老严头，你还来干啥？对呀，想当人家爹，还想摆谱把100两银子还回来呀？爹，你怎么又来了？严大，你盖房子咋不听爹的？那地基怎么能那样弄？下边埋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房子哪能那样盖？爹，没啥事你就回去吧，工匠的事不用你操心。那不行，儿子盖房子，我当爹的咋能不出面？再说了，你家饭菜每顿都有肉，还有你开的那些工钱，我上城里都挣不来那么多。他这回复述的全都是老严婆子挑拨的那些话，严永贞整颗心都碎成沫沫了，就知道他爹这老头日日来肯定打着什么算盘。真的爹，你回去吧，你要是馋肉菜，每天到点过来吃口饭就行，旁的事真的不用你插手。严永贞说完之后转身便走，老严头饭吃了工钱还没要来呢，那能轻易离开？下午日头还没偏西呢，院子外头就有人喊了：“严大家的，不好了，你公爹在你家新房把腿砸断了。”林楚楚一愣，登时站起身来。谢老头赵安生也诧异了一下：“丫头，别慌，我去看看。”征哥，怎么了？没什么，爹的腿让木料砸了一下。哎呦，可疼死了我！老严头倒在地上，跟碰瓷的成精了似的，嘴里不住的喊疼。行了，别嚎了，啥事没有，就是砸了一下淤青了而已，回家躺2天就好了。都行，我儿子盖房子我得跟着，谁知道你们这些坏良心的，是不是拿不好的东西糊弄我儿子？林楚楚完全不搭理，找了工人管事的问了下，才知道新房工地上压根没人搭理这老欠灯，是他自己惦记上盖房子的木料，想顺回家几根，被工人发现喊了一嗓子，木头滚下来，这才砸着了。行了，别在这嚎了，征哥，找俩人给他抬回家去，让你爹好好回家养伤，省得每天跟溜达鸡似的老往这边跑。大风，这边干活走不开，麻烦你。严大，我这就把你爹扛回家去。那张山峰也是个实在的，直接像沙袋似的被扛到肩膀上，直接给扛走了。丫头，严小子家里的事，这些日子我也听说过一些。你婆家那边的作风，看这样以后都不带消停的。小满将来要考科举，他们到底是长辈，要是过几年小满开始科考了，你打算怎么办？到时候再说吧，我再怎么讨厌他们，他们也是征哥的亲生爹娘。不管怎么闹，只要他们别太过分，我多少都会顾忌着征哥的。回到家，准备偷偷溜进空间里，突然被一道浑厚苍老的声音在外响起：“严永贞、林楚楚，你们出来！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严永贞、林楚楚夫妇犯了族规矩，快给我把人叫出来！你们是谁？你就是严永贞的媳妇严林氏，你家男人严永贞呢？征哥不在家，你们有事去新房那边找他吧。新房那边我们会派人过去，你就先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闯到我家里来，到底要干什么？林楚楚，现在有村民状告你们夫妻侵占祖产，私自霸占村里山上的东西，现在宗祠已开，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侵占祖产，开宗祠，这是要拍电视剧吗？那我要是不跟你们去呢？来人，把严林氏给我押起来！一队壮汉围了上来。赵安生一个瘸子，拼尽了全力也没能挡住他们。躲在后面的林楚楚像被拎小鸡一样的被人拎了出来。二爷，放开我媳妇，有什么事冲我来。征哥，二爷，到底是什么事情要弄这么大的阵仗？有人告你们侵占祖产，我听说山上摘下来的东西做饼子都卖了房子，用村里公产的东西卖钱，这个事必须得交代一下。切，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不放货买饼子了，有人记恨了。严大，你新娶的这个媳妇近来风评实在不好，这样带爹骂娘的女人，我们上河村容不下。族里已经做了决定，今天就把你媳妇严刘氏休回下河村去。一番话下来，严永贞的脸色已经漫上怒气。二爷，林楚楚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不管是谁来都不能让我休了她。严大，村里人哪个不知道他是从战场上死里逃生下来的？二爷领来的那几个壮汉一时间不敢上前。二爷，侵占祖产这事，前2天我和我媳妇已经把村里的山给买下来了。至于你说的
有人告状说我媳妇不尊老幼，我已经跟爹娘签了断亲书，断了亲我严永贞便没有了父母双亲。至于我媳妇品行如何，林楚楚是我媳妇，我惯的，我乐意，谁都管不着。哈哈，严大，你既说断亲，那休妻的事几日就先做吧。倘若日后他再有半点行差踏错，坏了村里的名声，你再想护也是不行。再有你说的买山的事，一座山得需要多少银两，你不能为袒护媳妇张嘴就说谎话。楚楚，二爷不信，你就把地契拿来给二爷瞧瞧。那地契，二爷年老，眼睛昏花，拿过地契一个字一个字的瞧，他旁边的人也够着眼珠子凑近了瞧，手轻点哆嗦，别把一激动把地契给捏破了，捏破了你们可赔不起。二爷名望一辈子，还头一次当着众人的面这么跌份。山都被是你们夫妻的了，既如此，那侵占祖产也就不作数了。严大，你家小满落水了。当两人来到河边时，见到河岸边上毫无声息躺着的小满，林楚楚脑袋嗡的一声，严永贞更是脑袋让人打了一闷棍一样。谢老头在一边急得直用手摁他的胸口。小满，醒醒，醒醒！刚落水我就下去给他捞上来了。小满上岸的时候就没有了气息。小满，你醒醒，娘来了，娘来救你了。林楚楚蹲在地上摁着淡薄的胸口，食指交叉开始模拟心脏跳动，一下下摁着。他摁动的动作明显比谢伯的动作幅度要大很多。不光如此，没摁10多下，他就捏着小满的鼻子，口对口的渡进去空气。惊人的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活了！严大媳妇真的把小满救活了。小满，严永贞心神碎裂，蹲在小满身边，粗糙的手指摸着他的头发。谢伯，你再给小满看看。此时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小满，痛苦地睁开双眼，入目看见娘亲和爹的瞬间，脸上的眼睛就流了下来。爹娘，谢伯连忙掐着他手腕开始诊脉。没事了，惊吓一场，肺腑进了水，好好吃药调养就能好。听见儿子没事的那一刻，严永贞浑身的神经绷断了下来。林楚楚抹了一把汗，目光瞥见人群中有个胖墩墩的男孩，目光恐惧地看着他们这边，跟林楚楚的眼神对上，立马闪躲开来。谢伯，小满平时最稳重，怎么会突然掉进河里？此时谢伯的心里满是愧疚。林丫头，我明明看好了他的，他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啊，就是转个身给小月拿水壶的功夫，小满就掉进了河里。小满，你还记得怎么回事吗？是元宝，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然后推了我。严永贞目光突然如刀子一般射向人群里，严二强的儿子元宝这会已经不知道躲到了哪里去。征哥，孩子受了惊吓，咱们还是赶紧回家吧。回到了家里，小月还在惊吓中身子不停地发抖。小月，不怕了，有娘在，不怕了啊。娘，哥哥，娘，我好害怕。好孩子，不怕了，哥哥没事了。把小月哄睡着后，来到小满房间，此时小满已经睡着了，屋里却不见严永贞的身影。小满刚抢回来一条命，这是时候严永贞不守在小满身边，他能去哪里？突然有一股不好预感，林楚楚一路小跑到严家，还没进去就听见里面哭嚎的声音。屋里，严二强双脚离地，两只手在空中来回乱划，严永贞的手虎钳子一般，死死掐着严二强的脖子。一旁严刘氏和李寡妇被吓得瑟瑟发抖，严婆子在一旁指着严大咒骂：严永贞，你这个杀千刀的，二强都快要让你掐死了，你快松手！这老娘们见亲生儿子马上断气，也不知道打哪来的勇气，抄起身旁的凳子就要往大儿子的身上抡。严永贞的眼睛红得跟滴血一样，非要活活掐死严二强不可。严二强眼珠上翻一截舌头露出来，眼看着就要没气。林楚楚全力叫了一声：征哥！严永贞的力气渐渐松了下来，严二强泥一样瘫软下来。严永贞，你要死啊！你二强是你亲弟弟，你差点掐死他。老太婆，若不是严家搞出来这么多事情，严永贞这么内敛憨厚的人怎么能被逼到这种地步？小满刚才被你那孙子推进河里，差点淹死。你要想你们一家还有命活，就最好闭嘴。这个孙子元宝干了什么？老严婆子那能不知道？回到家，严永贞紧紧抱着林楚楚，好似生命里最后的一根稻草。楚楚，征哥不要冲动好不好？有我在。楚楚，我让你担心了。征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平难过，但你再恨也要为我和孩子想一想。难道你之前说的以后都会对我好，后半生都会照顾我是假的？楚楚，我再也不会这样了。你刚才说的话，要我下半生保护你，要我兑现自己的承诺，是答应了我吗？我答应你了。林楚楚每日做晚饭之后就会来村里的大树根底下乘凉，没想到竟听到了这八卦，其实就是说给他听的。你听说了没？那个严家小的严老三，哎呦好大个能耐啊！咋了？前2天我听老严婆子出来显摆，说他儿子要去什么折桂宴，在江上举行得来。是，我也听说了，说是城里好大的官都去，什么知府员外全都是大人物。折桂宴，他严老三也配？城里的折桂宴专门为准备科考的学子所办，豫州城各县的学子只要过了童生都有资格参加。干什么的？大哥，我家小叔折桂宴里面，家里有急事要告知他，还请方便一下。进去别乱跑，要是冲撞了大人可跟我没关系。这是自然。
知府大人出帖，省更市农，诸位学子可畅所欲言。不多时，严玉树营养不良似的身子站了出来。翁前子后僧服业，商行甲作农耕之。晚生认为，农耕乃生民之本，不食餐，不果腹，则民不满。学习农耕，身体力行，知道贫农苦困不易，才能让学者有所成。场下何人嗤笑？若有人见解不同，尽可上前来辩。咱们是个女的，那位妇人，你是哪家的？赶紧下去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严玉树的脸瞬间裂开。是林楚楚，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场下民妇，你可知这里是什么地方？民妇知晓。那还不速速退下！回禀大人，民妇虽是一介女流，却也知礼仪孝义。你读过书？民妇从未读过书，但却知道一个道理：一个从未双脚从未沾过田地，一天未碰过农耕作物的人，却在这里大谈农耕知识，敢问知府大人和在场学子，一个从没下过的全靠父兄抚养资助的人，如何能知道农人的辛苦？说这样话的人，他能否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一担米能值多少钱？此言一出，严玉树脸色煞白。林楚楚的话就是冲着他来的。哦，照你这么说的话，难不成天下读书人都要种过地、务过农才能读书识字？民女无知，起码也知道入则孝，出则体，进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试问一个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却对上战场当兵保家卫国兄长留下的孩子百般嫌弃，对父母双亲虐待自己的亲侄子不闻不问。试问这样的人，他将来考取功名了，能为老百姓做什么事实？圣人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修身齐家才能得治天下。这样的人，连家中父母接连有失公允，处事不讲良心，还为高中以将来的官爵威胁兄嫂。知府大人，民妇自知无礼莽撞冲撞了您，可也是真心想为我的丈夫求一个安身活下去的机会。严玉树的脸跟纸一样白，他做梦都没想到林楚楚胆子大到竟然敢上知府面前闹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你刚才所言是出自哪位圣人之口？林楚楚顿了一下，一激动，把宋代大文豪张载的横渠语录脱口给说了出去。稳了稳心神，也只能顺着瞎编。民妇幼时听人说过，当时不懂其意，但却一直记在心里，长大了以后才渐渐明白其中道理。知府激动难掩，顿时来了兴趣。刚才听你所言，你与你丈夫现在正受婆母逼迫，日子过得不顺心。是。那你口中之人是否就在这折桂宴上？就是他。我刚才说你从未下过一天地，从未照顾过兄长留在家的一双儿女，你可有何话说？你纵容你母虐待我丈夫留在家中的一双儿女，让他们给你洗衣洗脚，才4、5岁的年纪就要担水喂猪，这些你认不认？我刚才还侃侃而谈的嘴巴，这回上下来回动，却辩白不出来一个字。丫头，你的话可属实？句句属实。我与丈夫因不堪婆母欺辱，一人分家2次，断亲书、分家文书全都在李正村民的见证下签过。可这样还不算，他们竟然纵然严家长孙将我的儿子推进河里，差点淹死。严玉树几次三番，以将来考取功名威胁于我们夫妻。林楚楚把严永贞心中的不平委屈全都一股脑倒了出来。严玉树，下跪妇人可是你家嫂，她所言是否属实？大人，晚生幼年离家在城里念书，并不知晓家中情况。我母亲乃大哥子女亲族，小孩玩的一时打骂也是属正常。你二人所言皆为口述，无凭无据，本官暂不下判断。知府招了招手，换来2个衙差。你们2个人去一趟他们家里，招来李正询问，倘若属实，把那刁妇张嘴30以正民风。同生严玉树停学1月，罚站1年。下告妇人，你姓甚名谁？民妇严林氏名楚楚。你可知今日乃豫州城中大事，被你这么一搅和，败了兴致。你可知其罪？民妇知罪。谅你是原告家中孩子上幼，就罚你在村中宗祠跪上1天吧。罚跪的时候好好想想，刚才的话到底是那个圣人说的，想好了再来告诉本官。谢知府大人。村民听说林楚楚带着2个衙差回村后，都是撒腿就往严家跑去，生怕错过了一个大瓜。此时老严家围满了人，就见老严婆跪在地上，肩膀被一个衙差死死摁着，另一个可能是嫌自己手疼，拿着鞋笛子照着老太婆的嘴巴扇。严二强、严小敏都瑟缩着不敢上前。大哥，我母亲年迈，可否下手轻些？还没塞过去，就被人一把抡了出去。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就敢贿赂官，眼里到底是何居心？当众贿赂，他怕不是250。楚楚，严永贞眉头紧皱，一时没看明白状况。严大媳妇，你这闹得也太大了！我早知道你借牛车事上城里告状去，牛车说什么都不能借给你，你这么闹完，可不是把严玉树的前程给毁了？村里好不容易出来的一个同生郎啊！这时候俩衙差打完老严婆子，把知府训诫的话带到俩人转身就走。这时候严玉树不干了，官爷，我大嫂宗祠罚跪您还没说，罚什么？连同生以后好生管教好家里，少折腾出事情来丢人现眼。知府大人别的什么都没说，你听清楚没？严玉树骨子就是欺软怕硬的怂货，凶狠恶煞，一瞪立马没了动静。严大，你可要好好管管你媳妇，她简直胆子也太大了。张叔，你真觉得这是只怪我媳妇？李正制住片刻，实在是心疼严玉树的功名。当长辈的就是家里的事闹一闹，
怎么着也不能把事情折腾到官府里去呀，这说出去多难听，以后谁还敢跟咱们村嫁娶？李正大叔，你真觉得就严玉树这么个连亲娘挨打都没辙的玩意，能考出什么功名？童生就是个敲门砖，但凡有点脑袋磕苦点，哪一个靠不过？就以严玉树的品行，张叔您觉得他如果发迹了，当官了，还能把咱们这帮土农民种地的放在眼里吗？林楚楚慢慢走到严老婆身边，老太婆，我从没想过要把你整治的这么难看过，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之前我就警告过你，离我和真哥远一点。你今天挨的巴掌，就算是给小满赔不是了。若是我的真哥，我的孩子因为你在受到毫毛的伤害，我保证你们一家一定会比今天难受100倍1000倍。